大河向东流啊！停，留个毛线！家人们谁懂啊？我考公都到正上，怎么给我穿越到打虎英雄武松身上？这不是要完犊子吗？按照剧本走，上了梁山就得断臂，被招安就得当炮灰。这狗日的梁山，谁爱上谁上，反正我是不上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老子要靠科举上岸，当这大宋文曲星。运哥挎着篮子路过，目瞪口呆。阳台里钻出驴蛋，邪了门了！这武二真的改了性子读书了。二郎，别卷了，看哥给你把谁带来了。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魁梧的男人？这一身腱子肉，这雄伟的体魄，不行了，只是看着我都感觉浑身发热，心跳加速。这细腰，这红润的小嘴，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没个80万彩礼，绝对娶不到。二郎，这是城外庄子张大户的侍女，唤作潘金莲。她叫什么？潘金莲。叔叔好。输你个头！让你进门，武大郎就会被你给要死。那我这状元还要不要考了？哥哥，这潘金莲生性淫荡，绝对不能娶她过门。二郎为何这般说？叔叔为何这般作践奴家？奴家才进门，怎么就惹了叔叔不高兴？妖精，收起你这套把戏！你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哥哥，快把她送出去，这个女人要不得。可是，哎，既然二郎这么说，我把她送走便是。都怪哥哥没本事，你都20岁的人了，不曾给你讨个媳妇也罢。二郎将来肯定有大出息，等那时，哥哥再为你寻个好姑娘。等等，哥哥，你的意思是给我当媳妇？二哥放心，奴家一定照顾好二郎，求你们不要赶我走啊！当哥哥的肯定要给你娶媳妇啊，只可惜你看不上。哎，快起来吧，二郎看不上你，我只能把你送走了。我出去之后，张大户绝对不会放过我，那我不如死了算了。且慢，武大郎满足不了潘金莲，我武松这体魄还满足不了吗？好一个人间尤物，我倒要尝尝这千年祸水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武大郎停下来，疑惑地看向武松。二郎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哥哥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还是让他留下吧。武松猛地抱起潘金莲，将书盖在潘金莲脸上，淫笑着往里屋跑去。官人，现在还是白天。口是心非，你要是管白天黑夜，还勾我脖子作甚？哎，二郎，你着啥急？还没成亲呢。我都母胎单身多少年了，能不着急吗？成亲什么的，日后再说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看书？快出去给乡亲们敬酒啊！这么漂亮的媳妇，大郎怎么不给自己留着？凭啥给武二娶了去啊？嘿嘿，我一个阿扎人，哪里配得上这些？大郎可不要忘记菲薄啊！我看你就挺好的嘛，老实本分。你们这些人净说些混话。嘿嘿，谢谢吴老爷。哟，武二，你怎么结婚裤腰还变本书了呀？我听说前些日子武二去参加童子试了呢。难得你有如此迹象，若是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多问问我儿。不是我说，这次童子戏我儿绝对能拿魁首呢。听闻吴老爷家藏书颇多，不知书是吧？我家多的是，改天来我家拿就是。不必改日，现在就去。你猴急什么？婚都不结了，结婚哪有考功名重要？据说他在考场睡了3天，真是周公的亲传弟子，专修那梦游功名的学问。知县大人怎么来了？哈哈，想必是吴公子拿了魁首，知县大人特意来给吴公子道喜了吧？哎呀，知县大人，怎么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？你谁呀？滚远点！我是本届魁首吴英杰的副驾。什么吴英杰？本届魁首分明是武松何在？找武松，肯定是武松又犯事了。都让开，让开！本届童子是魁首，是武家二郎武松，快上前来！什么？武松是魁首？怎么可能是武松？真是人不可貌相，你虽然长得魁梧，但文采却如此出众。清河县真是出了个人才。恩师过奖。这声恩师叫的人心中欲贴。罢了，自此你便是我张之白的学生了。我家二郎出息了啊，出息了！大人明鉴，他武二郎一介武夫，怎么可能高中魁首？我不服！不服！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泪。你们听听，这便是武松的卷子。你可写得出来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莽夫，怎么可能有如此文采？孔夫子时有武而志于学，后成圣人。你自己不行，还诬陷他人？不，武二绝对是作弊了。这二郎确实是从来不读书的，怎么可能比吴公子还聪明？大人，这么多人有异议，会不会武松真的作弊了？既然无法服众，武松那就以登高为题，现场作诗，证明给他们看看。武松低头沉吟片刻，一手背负在身后，一手拿着书。岱宗夫如何？齐鲁亲未了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好死，
闻曲星下凡了。还有谁不服？服了啦，服了啦！我不服，我要举报！我不服，我要举报！你举报什么？我举报武松作弊，武松年龄不符合同系标准，他已连过2级。大胆！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东西，竟敢诬陷清河县魁首！本官说武松今年15，谁反对？谁赞成？你们这是包庇武松，我要上京击鼓！击鼓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击碎他的腿骨，我看谁还敢造次！学生铭记在心。哈哈，今日是你大喜，本官也没带什么贺礼，这些金子你拿着，用来给你道喜。谢恩师，果然是知识改变命运，一样是拿钱，上梁山要掉脑袋，种秀才却受表彰，这案我上定了。2月后便是乡试，好好努力。谢恩师关心，学生一定不负恩师重望。好，有志气。爹娘，二郎中秀才了，二郎中秀才了。大郎，今儿是个好日子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恭喜恭喜！乡亲们吃好喝好啊！二郎，你快去把这喜讯告诉你娘子。可是还有这么多乡亲在这呢。你快去，不用管，这有我呢。圣贤书和美娇妻，我该选哪个呢？官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圣贤书，我晚点再来宠幸你。呀！凡事要雨露均沾，我要去读圣贤书了。官人，官人，奴家还想要。我靠，不愧是千古第一淫妇，真是要命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学习，我要上岸。官人，奴家还要。要你妈！你他喵是想老子死在床上吗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官人这雄伟的身子，光是看着奴家就腿软了啦。潘金莲面露春色，手中的茶竿没拿稳，茶竿上挑着的一条红色的大裤衩飘扬而下。红色的大裤衩完美照在西门庆脸上，哪个不长眼的？西门庆扯下裤衩，表情由愤怒变成眼冒爱心。这位公子可还好？西门庆暴怒的表情秒变深情款款，下意识理了理自己的发型。不碍事，小娘子受惊了，此乃天降奇缘呐。西门庆轻轻折好裤衩，捧在掌心，深深一嗅。小娘子的衣物真是香得本公子春心荡漾。那是我官人的大裤衩。西门庆嫌弃的扔掉裤衩，转而尴尬一笑。小娘子实在是貌美，可否告诉小生芳名？潘金莲娇羞地躲进屋内，西门庆痴汉一笑，转身往茶馆走。卧槽，这经典配置，莫不是西门庆和王婆？难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吗？茶馆内，西门庆一把抓住王婆的手。干娘，方才那是谁家娘子？我这心她不听使唤了。大官人莫急，且吃盏茶，听老身慢慢道来。大官人想成此事，得备5奇样，唤作潘驴邓小闲。何为潘驴邓小闲？哼哼，这第一件是要有潘安一般的相貌。我这脸够用吧？大官人，你这俊脸，清河县独一份，比武松那黑探头精致多了。这第二件，床上要有驴耳般大的行货。这个嘛，保管叫娘子满意。这第3件，要像邓通般有使不完的钱，银子管够。这第4件，要会伏低作小，耐着性子哄人。为了美人，装孙子也使得。最后一样，要有闲工夫。我整日游手好闲，最多的就是闲工夫了。嘿嘿嘿，妙在大官人5样俱全，此事便有7分光了。不过什么？那武松为人凶悍，但待我略施小计，保证让大官人抱得美人入怀。卖炊饼喽，好吃的炊饼哟！大郎，好事来啦！段老爷家明日办寿宴，指明订你家200个炊饼。200个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急什么？段府管家说要当面交代花样，让你现在就去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王婆见武大郎走远，立刻变脸，慌慌张张拍打武家大门。二郎，不好啦！王干娘，怎么了？不是不登3宝殿，这王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方才我看见大郎在段府门口，好像冲撞了贵人，被家丁围住了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调虎离山，可万一是真的，哥哥那老实性子，真可能会吃亏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武松迅速把门关好，朝段府狂奔。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段府门外，武大郎正与段府管家客气道别。管家放心，明日一定准时送到。有劳大郎。武松气喘吁吁跑来，一把拉住武大郎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为难你吧？二郎为难什么？段管家人很好啊。
芭比 Q 了，被王婆给套路了，我要被偷家了。武松脸色一沉，拉起武大郎就要走。快回家！突然，几个原本附近的彪悍围了上来，拦住了去路。哈哈，武松打了我们的人，还想走？何时打过你们的人？少废话，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几个彪悍一拥而上，武松将武大郎护在身后。娘子，撑住啊！可别忘了为父平日是怎么教你的。武家炊饼铺外，一身锦袍、打扮精致的西门庆正站在门口敲门。屋内传来潘金莲柔美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小生西门庆，久仰武松兄大名，特来拜访。我家官人不在家，而且官人说了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陌生人是何物？你不就是陌生人吗？金莲啊，是我呀，茶馆的王干娘。王干娘，你有何事吗？官人说了，要特别提防这个王干娘。哈哈，这位西门庆公子辛苦觅得孤本典籍，要送给武二礼。孤本典籍是礼，对武二科考可有大作用力。有大作用，那我一定要给官人拿下。潘金莲犹豫片刻，终于打开门。快请大官人进去坐坐。潘金莲不知所措的被推进屋子，西门庆一手持礼盒，一手摇着折扇，迈进武家炊饼铺。他贪婪地盯着潘金莲曼妙的身姿，可算让老夫进来了。这小娘子今晚必须动把手。孤本典籍呢？哈哈，金莲啊，你何必心急？大官人不远万里赶来，你先招待一二。小娘子这般角色，武松却整日与书本为伴，岂不辜负了良辰美景？我家官人说，整天惦记别人娘子的，不是缺德就是缺爱。看大官人这打扮，怕是两样都缺。娘子说笑了，小生家中颇有资财。官人说，炫耀家产的，就像那开屏的孔雀，光顾着显摆尾巴，却忘了露着屁股。呵呵，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娘子，小僧越发喜欢了。唉，官人说，死缠烂打的，不是无赖就是乞丐。大官人看着倒像个体面人，怎么净干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？官人长你官人短的，你莫不是那武松的应声虫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金莲啊，我新得了块料子，想做件寿衣，你快来帮我量量尺寸。这就一会儿功夫，耽误不了。大官人，你稍坐。这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待会儿让你主动投怀送抱。小娘子辛苦了，快喝口茶。官人说过，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吃。方才是小生失礼了，所以以茶代酒，给小娘子赔罪。小娘子这般不领情吗？嘿嘿，对呀对呀，西门庆公子向你诚心道歉呢。官人还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才不信你说的话。好个不识抬举的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西门庆朝王婆使了个眼色，王婆立刻上前，从后面死死抱住潘金莲。小娘子，这可由不得你了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官人，官人！干什么？请你喝好茶。这春风一度散，任你是贞洁烈女，也要化作荡妇淫法。官人，官人你在哪儿？奴家好热。潘金莲死死咬着嘴唇，神色逐渐迷离。娘子何必苦苦忍耐？从了小生，保管让你快活似神仙。你这无耻之徒，等我官人回来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呵呵，武松此刻怕是被打得不分东西了呢。事成后，你敢说出口吗？毕竟你也不想以官人知道我们做的什么吧。街道上，武松一路狂奔，衣衫凌乱，额头冒汗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我不要绿帽体验卡。武松跑到炊饼铺门口，弯腰喘息，看着眼前紧闭的大门，屋内突然传来起舞倒地和潘金莲的惊呼声。娘子！武松后退一步，浑身肌肉紧绷，猛地一脚迈向大门。刺眼的阳光里，武松高大雄伟的身影矗立在门口。逆光中，西门庆看见武松紧绷的下颌线和攥得发白的拳头。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武松，来得正好。西门庆摆开架势，迅速抬脚直踹武松心窝。武松不闪不躲，左臂一打，砰一声闷响。好快！西门庆勉强偏头，心中大骇，他拳脚并用，武松在格挡闪避间游刃有余。就这点三脚猫功。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站在一旁的王婆脸色苍白，哆哆嗦嗦。娘子，醒醒！武松眼神凶狠地看向西门庆，西门庆惊恐的手脚并用往后缩。武松抱着潘金莲一步一步走到西门庆面前。武二哥，饶命！我姐夫是谢瑶主簿，你杀我，你也完了。武松一脚踩住西门庆胸口，眼神冰冷。狗一样的东西也配威胁我？今日不杀你，是怕你的脏血污了我的功名路。滚！下次看见你必取你狗命！西门庆和王婆两人连爬带滚的逃跑。
西门府内，西门庆躺在床上，浑身缠满绷带，疼得不断呻吟。妻妾们围在床前，眼神担忧，一人一句：“吵死了，都给我闭嘴！”武松，此仇不报，我西门庆誓不为人。大官人，那武松真是个活阎王，咱们要不闭嘴！硬的不行就来阴的，我一定要他死，不要他生不如死。大官人，老身倒有一计，或可为你出这口恶气，还能让那武松永世不得翻身。干娘快讲！武松的年龄造假之事，张知县能堵住清河县的嘴，还能堵住上面来的大官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您姐夫赵主簿不是在府衙也有门路吗？就让赵主簿将武松年龄造假之事直接捅给提学官陆大人。妙！我这就让姐夫写信。武松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死！你的小娘子迟早是我的玩物。官人，你文武双全的样子，真迷死个人了。别打岔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突然一阵马蹄声响起，提学官陆大人带着一队衙役，气势汹汹地包围了炊饼铺。陆大人骑着马，手持公文。谁是武松？大人，我弟弟他犯了何事？有人举报他年过20，冒充童子，欺瞒科举，来人拿下！官人，武松淡定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大人，可否让学生带上刚温习的书卷，路上也好继续用功？死到临头还这般作态，准了。武松，现有清河县户册为证，你年已过20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陆大人，此事张知县，你治理地方不力，本官稍后再与你算账。武松，你若认罪，尚可从轻发落。大人，学生之心，唯有圣贤书可见，年龄不过是数字，才学方是根本。有人以年龄诋毁，无非是因才学不齐，心生嫉妒罢了。陆大人，他强词夺理，一介武夫能有什么真才实学？之前的考试定是作弊。大人，既然有人不服，学生愿当场验证，请大人出题。好，本官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便以志在青云为题，当场作诗一首。若真才华横溢，本官便信你；若是庸作，两罪并罚。众人都看向武松，西门庆更是一脸等着看好戏的表情。这可是你们求着让我打脸的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武松闭目沉思3秒，猛然睁眼，向前一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你再说最后一句。更上一层楼。好一个更上一层楼！此等气魄，岂是凡人能及？大人，武松之才实属天赐呢。一旁的西门庆和赵主簿傻眼，脸色苍白。你等小人竟敢诬陷文曲星！来人，拖出去打20大板！不是吧，还来？西门庆和赵主簿被衙役架出去。陆大人快步走下堂，满脸笑意，拍了拍武松肩膀。武松啊，武松，本官险些误信谗言，错怪了你这文曲星。大人过奖了。陆大人，下官早就说过，武松乃我清河县千古奇才呢。武松，你虽有才，但此番得罪了地头蛇，不可不防。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？今日有风声，那专制豪强的御史中丞崔大人已出京，听闻他极爱文章师傅，你可以。武松眼睛一亮，瞬间秒懂。多谢大人提点，我一定会在御史中丞大人面前好好表现。西门庆，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书房内烛火摇曳，崔文台伏案疾书，赵师爷垂手侍立。大人，圣意已明，命我等即日前往清河县剿匪安民，匪患猖獗，荼毒地方，本官自当为民除害，以正国法。只是出京前，太师府上有人递来口信，说生辰纲于清河地界遗失，望大人多加留意。连蔡京的生辰纲都敢抢，这清河县还真是卧虎藏龙。那咱们此行以何为先？都是剿匪，哪有先后？安民为先。不过既然太师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何乐而不为？大人英明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禀贵神速，出发清河县。官人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你家官人还没死呢。官人，出大事了！咱们安排在县衙的眼线冒死传来消息，偷听到武松和陆大人的谈话。说什么了？那陆大人提点武松说，御史中丞崔大人不是就要巡抚咱们清河县，让武松可借此东风，除掉西门庆这地方恶霸。什么？痛！完了！御史中丞那么大的官，捏死我不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？就在西门庆害怕的脸色发白时，英伯爵摇着扇子走进西门庆。西门兄莫慌，我倒是有一计。当真，兄台若是能救我西门庆愿为兄台赴汤蹈火。西门兄可知，那汴梁赫赫有名的9000岁，是那位连圣上都极为信重，权势滔天的童贯童9000岁。没错，童9000岁有一大爱好，那就是广收干儿子。西门兄不妨。妙，实在是妙哉！来人，立刻马上把库房里所有的金银细软、古玩字画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给我装车，快！
夜色深沉，潼关府邸门前时时威严，入门紧闭，只有2盏灯笼在风中摇曳。几辆载着沉重大木箱的马车停在门前，西门庆被侍从搀扶下车，面容憔悴。西门庆扑通一声，直挺挺地跪在冰冷坚硬的石阶下。干爹在上，孩儿西门庆愿散尽家财，倾其所有，只求干爹垂怜，给孩儿一条生路，为孩儿做主啊！府外一片死寂，只有风吹过灯笼的细微声响。怎么没有动静？难道钱少了？大人看不上？就在这时，朱祁大门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吱呀声，缓缓地打开了一道缝隙，里面传来一声尖锐的声音：“请。”府邸内檀香袅袅，潼关端坐在太师椅上，眼神半合，似睡非睡。地上摆放着数个打开的香篓，里面是金银珠宝，绫罗绸缎，闪闪发光。西门庆五体投地，恭敬地跪在下方，额头紧紧贴着冰凉的地板。哟，这黄白之物晃得咱家眼睛疼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咱家向来清静，可不喜这些个俗尘玩意儿。干爹，孩儿是个俗人，唯有以此俗物表我真心，还望干爹不嫌孩儿粗鄙，孩儿一片孝心，只求干爹身体康健，福寿绵长。世人皆道咱家爱财，殊不知这金银啊，最是烫手。罢了罢了。潼关目光在那堆财物上溜了一圈，嘴角几不可察地勾了一下，随即缓缓抬手。念在你的一片孝心，赤诚可见，咱家就勉为其难，替你收着吧。侍从们立刻心领神会，迅速无声地将箱子抬走，动作熟练得令人心疼。说吧，你这孩子费这么大周折，所谓何来呀？太好了，干爹收我了。干爹，孩儿们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求干爹给孩儿做主啊！计较了咱家一声干爹，天大的事儿，也有干爹给你撑着。干爹明鉴，孩儿实在是被那清河县的恶霸武松欺凌的无路可走了呀！武松何人？此人乃一介莽夫，随清河县横行霸道，那日无缘无故便将孩儿毒打致重伤。您看，孩儿险些就见不到干爹您了。这还不算，最可恨的是，那武松明明已年过20，却舞弊强占了童子氏的魁首。孩儿请起求告无门，孩儿去县衙理论，谁知那知县张之白竟与他官匪一家，公然包庇。这还有王法吗？大胆！圣上最是看重科举，竟然敢舞弊！他们是想掉脑袋吗？是啊，他们简直无法无天。潼关沉吟片刻，像是才想起来，慢条斯理地看向西门庆。你刚刚说是哪儿来的？回干爹，是清河县。清河县，咱家记得蔡太师的生辰纲就是在此地丢失，崔文台为此才要特意巡查清河县，或许可以借此机会通过崔文台搭上蔡太师这艘巨擘。潼关眼中金光一闪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，脸上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。既能扬了威风，笼络些人心，又能让蔡太师和崔御史高看咱家一眼，这一件多掉的买卖，做得。潼关缓缓站起身，周身散发出阴冷的气息。起来吧，随干爹去趟清河县，看干爹如何为你主持公道。孩儿叩谢干爹大恩，此番定要那武松死无葬身之地。车队正行驶在前往清河县的官道上，潼关所乘的豪华马车忽然缓缓停下，车帘微动，潼关锐利的目光瞥见路旁驿馆门口插着的象征御史身份的崔字旗帜。干爹怎么停车了？看见那崔字旗了吗？崔御史想必就在此处歇脚。庆儿啊，崔御史此番前来是为剿匪，正好你把武松那匪徒行径一五一十告知，再带上咱家备的薄礼去拜会一番。干爹放心，孩儿定将事情办妥。清河县驿馆内，御史崔文台正在批改公文，面容严肃。就在这时，赵师爷快步走近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大人，潼关派来了一个名叫西门庆的人来拜见，还带着几口香笼。”潼关，他的鼻子倒是灵得很，不过怕是项庄舞剑，意在蔡公吧？罢了，让他进来。学生西门庆叩见御史大人，听闻大人奉旨剿匪，十分辛苦，学生感佩万分，特备下些许心意，祝大人成就功业。侍从将香笼打开，里面是码放整齐、白晃晃的官银。崔文台目光扫过，神色不动。无功不受禄，西门公子，你这般厚礼，本官受之有愧。大人，学生此举绝非为私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唯有求助青天了。大人您请看，学生这一身伤痛，全是拜那清河县恶霸武松所赐。哦，竟有此事。那武松罪行不止于此，他年过20，还参加科举童子试，舞弊夺魁，
知县张之白竟还包庇纵容，此等恶徒欺压梁山，扰攘科举，正是清河县最大的匪患了。大人您奉旨剿匪，武松不出，清河县将永无宁日。学生叩请大人做主啊！崔文台听着西门庆声泪俱下的控诉，沉吟不语。他指尖轻轻敲击桌面，权衡着利弊。若你所言属实，那武松的确是祸乱地方的匪患，本官既到此地，便容不得此等恶行。青天，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！学生代清河县受活的百姓，谢过大人。至于你的心意，本官就带剿匪的将士们暂且收下了。大人英明，剿匪利国利民，学生义不容辞。赵师爷从一旁快步走出，仔细查看了那几口香笼，发现一封信函。大人，这有封信。崔文台接过信函，拆开，看完信，他神色了然，还夹带着一丝轻蔑。哼，潼关这老狐狸想借本官的手，替他干儿子铲除异己，顺便卖本官一个人情，改日好为他向蔡太师牵线搭桥，算盘倒是打得精明。大人，那这潼关的利收下容易，只怕日后……崔文台负手踱步至窗前，沉默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。罢了，山东剿匪军饷短缺是实情，多少将士因无钱粮而殒命，如今这匪资自己送上门来，正好充作军用，皆燃眉之急。师爷，你将潼关送来的这些心意逐一登记在册，清点仔细，一笔一画都不可差错。大人，这是为何？来日必有大用。哼，至于潼关，本官剿的是真匪，犯的是铁案，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之下，他潼关又能奈我何？届时用他的钱立我的功，岂不快哉？大人深谋远虑，下官这就去办，定当滴水不漏。张之白和李迪快马加鞭，匆匆赶至驿馆，恰好遇见西门庆一脸嚣张的从驿馆走出来。哟，这不是知县大人吗？这是急着去哪儿啊？西门庆，本官有公务在身，没空与你在此饶舌。饶舌？张大人，不劳您大驾了。清河县这点破事儿，我已得蒙同大人垂怜，指了条明路，刚刚向崔御史分说明白了。潼关，完了！崔大人此来专为剿匪，剿的就是武松辈等目无王法、殴打良民、祸害乡里的恶匪。张大人，您保举的文曲星，怕是要变成断头星喽。张之白不由自主地看向马车，车帘微动，隐约可见一个阴柔的身影，无形的压力让张之白冷汗直流。西门庆，你休得胡言！是不是胡言？崔大人自有明断。张大人，您还是赶紧想想怎么跟崔大人解释您和武松那点勾当吧。呵呵。西门庆大笑着上了马车，扬长而去。快，我去见崔大人。驿馆内气氛凝重，崔文台端坐在上位，面色沉静，看不出喜怒。张之白带着2名抬着礼箱的衙役，恭敬地走入，深深躬身行礼，额头沁出细密冷汗。清河县县令张之白拜见崔御史大人。崔文台并未立刻叫他起身，只是慢条斯理地端起手边的茶盏，轻轻拨弄着壶叶。张之白心中惶恐，袖中那份准备为武松说情的诗稿一个没拿稳，飘落在地。张之白，下官在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官刚到清河县，便听闻你包庇那匪徒武松，欺瞒上官，为其年龄造假，强占童生魁首，可有此事？张之白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科举取士乃国之重典，陛下最是看重，岂容尔等徇私舞弊，上下其手？你这实施朝廷法度为何物？竟然行这欺君罔上之举，暗掠，当诛你9族！张之白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冠帽歪斜，额头冷汗直流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命休矣！崔文台缓缓坐了回去，端起茶杯，用杯盖轻轻拨弄着，仿佛刚才的雷霆之怒从未发生过。站在一旁的赵师爷俯身拾起掉落在地上的诗稿，呈给崔文台。崔文台放下茶盏，拿起诗稿，不过他目光落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和武松的题名上，手指轻轻敲击桌面。这武松之才，观其诗作，却有吞吐山河之象，说是千载难遇，亦不为过。张之白猛地抬头，眼界一亮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崔文台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如此栋梁之才，若只是因些许年岁上的瑕疵，便就此埋没，甚至问罪，实乃国朝之损失，令人痛心呐！大人明鉴，下官深知大人爱才之心，天地可表。武松之才，确实是能光耀科举，为国效力。只是张知县，你有所不知，本官此番巡查地方，首要之务乃是奉陛下密旨，清剿山东肆虐的匪患。然则贼势浩大，剿匪所需之军械、粮草、赏银，朝廷拨付亦是捉襟见肘。如今这军费筹措甚是艰难，每司级前线将士因缺饷而忍饥挨饿，本官便心如刀绞，夜不能寐啊！实在是无心去考究那武松之才。大人忧国忧民，下官感同身受。匪患不除，永无宁日。清河县虽小，愿倾全县之力，助大人筹集军饷，剿灭匪寇，以报天恩。大人，下官此来
还有一事相禀。哦，何事啊？我清河县虽是小地方，却极为崇尚文教，每年此时都会举办一场清河文会，汇聚四方才子，切磋学问。届时本地乡绅富户皆会到场，一则以文会友，二则也会感念朝廷恩德，资助地方教化，聊表心意。下官冒昧，想请大人您担任此次文会的主考，以您的清望，必能使文会增色。崔文台抬了抬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了然与兴趣。这张之白倒是个懂事的。剿匪确实需要本地乡绅富户皆到场，才好捐钱捐物。哦，清河县竟有如此雅事，既然张知县盛情相邀，本官便允了。张之白连连点头，如同小鸡啄米。同时，本官也要亲自考教一下你口中的这位千古奇才，若他真有真才实学，些许瑕疵，倒也并非不能通融。下官明白，定将文会办得风风光光，不负大人期望。清河县衙内，张之白在县衙后堂来回踱步，面色凝重，时不时心疼地摸摸胸口。武松快步走入，手里紧紧捏着那本5年科举3年模拟。恩师，您急着找学生，所谓何事？张之白看了眼四周，一把拉过武松，压低声音，一脸肉痛。二郎，危机暂解，但代价巨大，老夫的家底都快掏空了。代价？总之，御史崔大人已同意给你一个机会，2日后的清河文会，他亲自主考。此次文会关乎你的前程，也关乎许多人的身家性命，你必须给老夫夺魁。学生定不负众望。西门府中，烛光摇曳，映照在童贯阴晴不定的脸上。西门庆恭敬地站在一旁，却难掩焦躁。干爹，那张之白非但没被问罪，反而要大张旗鼓操办什么文会，崔御史还应邀当了主考，这崔大人他这到底是何意啊？哼，咱家这位崔同僚心思深沉的很呐，看来他是想待价而沽，或者两头通吃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那武松在文会上出尽风头？出风头？咱家让他身败名裂，咱家这就修书召集那些个历年状元榜眼来此文会。庆儿，你速去把信寄出。就算那武松是个文曲星，难道他还能敌得过一群文曲星？孩儿明白了，这就去办，定将那武松颜面尽失，看他还如何猖狂。县衙内，烛光晃动，张之白与李迪对着摊开的账本，眉头紧锁，旁边放着几个沉甸甸的箱子。大人，吴老爷捐500两，李乡绅捐300两，东拼西凑，拢共就这3000两了，这几乎是咱们县衙未来几年的积蓄啊！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不把这窟窿填上，你我的项上人头都得搬家。快，连夜给崔御史送去，务必悄无声息。我的银子，我的棺材本啊！武松，你小子要是搞砸了，老夫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清河县驿馆内，崔文台把箱盖打开，白花花的银子在烛光下闪烁。崔文台拿起一锭银子，在手中掂了掂，嘴角泛起一丝满意的弧度。张知县倒是舍得下血本，剿匪正需此等及时雨啊！这武松，看来本官倒真要好好考量一番了。武家炊饼铺内，武松伏案疾书，身边的书籍堆成小山。潘金莲端着一碗鸡汤，轻轻放在桌边。官人，夜深了，歇息片刻，喝了这碗鸡汤再看，好不好？等我再干完这一章重点。家人们谁懂啊？穿越了还要科举和临时突击2手抓，这破古代的案怎么比现代还难炸？清河县酒楼雅间内，西门庆将一份礼单轻轻推至桌中。童公公最喜提携后手，诸位才子的佳名，他已略知一二。4位状元榜眼的眼睛瞬间亮了，身体不自觉向礼单前倾。童公公乃圣上身边的大红人啊，能得他青睐，是我等毕生所愿。童公公召我们前来所为何事？需要我等效劳，但说无妨。明日清河文会，各位务必要将那武松死死压制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此等粗鄙小人，竟敢惹童公公不悦，晚生等必让他好看。我等定会让那武松功名尽毁，滚出清河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不离不离，干杯！干杯！夜深人静，武大郎对着空荡荡的钱匣子哀声叹气，眉头拧成了麻花。哎，二郎啊，你相识近在眼前，但是这盘缠车马费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哥哥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没着落啊。武松合上手中的5年科举3年模拟，眼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哥哥莫慌，问题不大，明日文会正是天赐良机。文会那不是读书人比学问的地方吗？跟咱这卖炊饼的有啥关系？嘿嘿，官人又有何妙计？关系大了，哥哥，你明日就在文会场外支起咱们的炊饼摊子。咱们不卖普通炊饼，咱们卖回首联名款金榜题名饼，用料加倍，个头更大，寓意吃了就能高中。联名款，二郎这是何物？听着怪新鲜的。娘子你就在我哥摊子旁支个小桌，咱就卖甜腻腻、
魁首秘制梨檬水，切片梨檬子，加上清甜井水，清爽解渴，发温前1晚，薄利多销。潘金莲樱唇微涨，彻底呆住。甜什么蜜？何物又梨檬水？官人，这又是什么新奇玩意儿？奴家从未听过。细节不必深究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而且，凡购买金榜题名饼或甜蜜蜜梨檬水者，皆可获赠魁首武松亲笔题字一幅，祝其文运昌隆。题字是好事，可笔墨纸砚也是钱啊。无妨，告示写明，未倡节俭，笔墨纸砚请自备。我们只出才华和力气，正好可以练练字。武大郎掰着手指头算成本，潘金莲努力消化着甜蜜蜜和连名缓这2个超时代词汇。这能行吗？会不会让人笑话？官人说行，定然能行。奴家一定把那个甜什么蜜的甜水做好。放心，这就叫知识变现，流量文人气息转化。明日咱们就让整个文会的人都见识见识什么叫舌尖上的知识。家人们谁懂啊？穿越了还得亲自下场搞营销。嗨，文会现场张灯结彩，人头攒动，文人雅士摇扇踱步。而在会场入口不远处，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文曲星亲口认证的金榜题名饼和甜蜜蜜梨檬水，吃了出口成章，喝了才思如尿崩。嘿，才思泉涌！靠，差点把现代梗拖了出去，还好我刹车快。乡亲们和书生们围了一圈，指指点点，满脸新奇。甜蜜蜜，这名字听着怪有趣的。这可是我们清河县的魁首呀，能得他真迹，岂不美哉？给我来张饼，1碗那什么梨檬水。杏料满满，肉汁奔涌。妙哉妙哉！这饼香醇厚实，这水酸甜冰爽，犹如久旱逢甘霖。武大郎，你这手艺深了，这甜水更是绝配。这一嗓子如同最好的广告，人群瞬间骚动起来。给我也来一个，我要饼，我要水，我要水。好嘞，都有。官人这法子真厉害。拿到食物的人纷纷掏出自备的纸笔，涌向武松。嘿嘿，魁首求题字。横扫千军，拿去，保你下笔如有神。魁首，我也要题字。独占鳌头，够霸气吧？这寓意甚好，只不过这字怎么这么歪歪扭扭？真是魁首写出来的字？嗨，这买卖既能吃饼喝水，还能得魁首墨宝沾文气，你还要什么自行车？武家摊子前人越聚越多，生意火爆异常，银钱如流水般进入了钱箱。武大郎笑得合不拢嘴，潘金莲忙得香汗淋漓。武松题字越来越遒劲有力。老铁们，用现代商业思维降维打击古代集市，这感觉真爽！有辱斯文。待文会正式开始，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学问。官人，这才多大一会儿，赚的钱都够买一辆马车了。之后去参加乡试，官人就可以坐马车去了。机操物六，这就叫粉丝经济和 IP 周边的雏形。粉丝经济是啥子 ？IP 又是啥子？文会即将开始，入口处忽然人潮涌动，惊呼连连。只见西门庆锦衣华服，摇扇开道，身后4位状元，房檐面带矜持微笑，缓步走来，自带光环。是江南赵状元，我在文萃阁月刊上读过他的策论10问。前榜眼，可否请您在我的字书集注上签个名？求指点，求看一眼。4位学霸从容不迫，偶尔点头或接过递来的书卷，随手题字，引得阵阵欢呼，场面堪比大型粉丝见面会。诸位都瞧见了吧？这才叫真正的文坛俊杰，魁首气象，可不是什么卖炊饼、写吉祥话的野路子能比的。他特意朝武松摊位方向瞟了一眼，嘴角勾起嬉笑的弧度，随即恭敬地将4位状元榜眼请进专属雅阁。武家摊位前人流量少了一大半，不少人跑去看文曲星见面会。快看，是活的状元，一下还来了4个，真是开了眼了。快，咱们也上前要个签名，蹭蹭文气。好家伙，古代版顶流学术，爱斗空降，这西门庆挺会搞姻缘啊，把我这的客流量都抢走了。哎呀，官人你快看呀，那几个状元榜眼一来，把咱们家客人都勾走了。人家那可是正经800的状元郎，你们家这位不过是咱清河县的魁首，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呢。哼，我不管，在我心里，我家官人就是天底下最好的，比那些个酸溜溜的状元强多了。是，你家官人最好，你说啥是啥。官人，文会你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比下去，拿魁首，让咱们家的生意比现在还要红火。放心，你官人我啊，专治各种不服，待会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。大人，生辰纲还没有任何消息。暗路既然走不通，那就走明路。本官不信那帮恶匪沉得住气。雅阁内，张之白领着本县有头有脸的乡绅富户们，小心翼翼地走近，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。大人，这些乡绅捐了款后，非要亲自来向您聊表忠心，臣的下官实在拗不过。此番唐突，
还请您恕罪。崔文台原本严肃的脸瞬间如春雨化雨，面露喜色。哎呀，诸位深明大义，心系朝廷，本官代前线战士多谢诸位再次乐捐100两。再次100两。乡绅富户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，面面相觑，眼神里写满了不情愿和肉痛。不是说来走动吗？怎么又要钱？前不久不是才……崔文台脸上的惊喜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凛冽的寒霜，猛地一拍桌子。方才张知县还说尔等来表忠心，莫非是在戏耍本官，消遣朝廷剿匪大事不成？不敢，大人息怒，我们捐100两，就100两。早知如此，打死也不来啊！100两啊，比见花魁都贵。乡绅们个个蔫头耷脑，哭丧着脸找赵师爷登记捐款。完了，这番狮子大开口，让老夫我在本地乡绅面前里外不是人，日后还如何施政啊？大人，此次捐款一共是1100两白银。嘿嘿，崔大人，您看，文会即将开场，下官为您引路。正好让本官看看你力保的这位文曲星究竟有多大能耐。文会主擂台庄重典雅，张之白身着官服走到台前，肃静。今日清河文会承蒙天恩，更得御史中丞崔文台崔大人亲临主考，此乃我清河100年未有之盛事，诸位恭迎崔大人。全场目光聚焦端坐主位的崔文台，众人纷纷鼓掌欢呼，恭迎御史大人。本次文会旨在选拔真才，激励后进，本官特设重赏，余胜者赏白银100两，和本官亲笔题字壮志凌云墨宝一幅。台下书生们眼神热切，观众纷纷叫好。2胜魁首赏白银1000两，本官亲自接见。全场哗然，选手们摩拳擦掌，目光炽热。台下乡绅们个个敢怒不敢言，哭丧着脸，无耻至极！我白花花的银子再也不来了，这赔本买卖都要把我裤衩给赔光了。本官宣布，清河文会现在开始，擂鼓。鼓声雷动，气氛瞬间引爆，所有目光聚焦擂台。首轮经义，题目君子和而不同，请诸位选手依次阐述。选手们先行阐述，多是中规中矩。张之白皱眉摇头，崔文台微微蹙眉。轮到4位状元榜眼阐述，他们气定神闲，轮番开口，顿时显出高下。和如耕焉，君子之和在于调和万物，各得其位，而非咸淡同一。若食材本末倒置，或以次充好，则羹不成羹，徒有其表。他目光扫过坐在一旁的武松，眼神微妙，众人纷纷点头。赵兄所言极是，然不同更为关键。周易有云：天下同归而殊途，君子所求在道同。至于途径、才性，大可不同。譬如治学，有人好守穷经，有人格物致知，皆可殊途同归。只怕本末倒置，以图为贵，则南辕北辙矣。2位兄台高论，在下以为和而不同，更需底气。君子胸有丘壑，故能包容意见，不惧不同。若无真才实学，则一生嫉妒，或哗众取宠，以奇技淫巧掩盖腹内草莽。好家伙，一个个精神 PUA 我呢。总而言之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守在成为君子。若根基不在此，纵有万般技巧，终究如无根浮萍，风吹即散。望某些同道，先立其本，再论其他。台下众人听得如痴如醉，纷纷叫好。不愧是状元之才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字字珠玑，发人深省啊！如何？这才是真才实学。看那武松还如何嚣张？众人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武松身上。这些个迂腐书生就差秀到我脸上了。行，爹今天教你们装个大的。在众人的目光中，武松从容不迫地缓缓站起身，自带一股沉稳气场。学生武松亦有浅见。全场目光聚焦于武松身上，武松从容不迫。学生以为4位前辈引经据典，将和而不同比作调羹、治学乃至修身之道，皆是金玉良言。然诸位所言，皆是在太平无事的前提下，谈论君子如何和，如何不同，却未曾想过，若连和的局面都无人守护，若自身连不同的资格都无力保障，空谈掉和与包容，岂不是水中月，镜中花？就好比咱清河县，若没有5把法纪这柄剑悬着，没有衙役兵丁这双拳护着，诸位乡亲今日可能在此安心买卖，畅所欲言。若外地寇官五鬼劫掠，我们是靠和如耕焉的道理去感化他们，还是靠城头将士的刀枪，靠我等男儿的拳脚来守护这一方能让诸位和而不同的平安？说得好，武二郎说的在理。说得好。嘿，听那些个状元榜眼讲的天花乱坠，听得我头晕。武二郎这一句，我浑身是劲。端坐在主位的崔文台眼中闪过一丝震撼，张之白更是激动的老脸通红。妙啊，妙极，直指要害！老夫这学生真乃神人也。你强词夺理，歪解圣贤，这根本就是匹夫之论，亵渎经典。孙状元说我强词夺理，说我亵渎经典。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，武松双臂微微一用力，武松身着的儒生外袍应声爆裂，
碎步纷飞，露出古铜色、肌肉虬结的雄壮上身。阳光洒下，肌肉线条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，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。道理若是讲不通，吴某我也略懂一点拳脚。官人好生魁梧。你粗鄙！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。若不想领教我这对拳脚的道理，那就乖乖低头，认下我这不同之剑。他目光如炬，扫过面色惨白的孙状元，以及另外3位噤若寒蝉的状元榜眼，最后对着台下目瞪口呆的西门庆以及全场众人点了点头。然后咱们再坐下来，好好谈谈什么叫和而不同。众人呆若木鸡地看着台上，异常寂静。随即，台下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与甜笑。霸气，五魁首，俺就服你！剑锋之上，虽直白，却让人热血沸腾啊！和而不同，五魁首，和而不同。看见没？这是我家二郎，我家二郎。首轮精义，剑界交锋，武松之论，别开生面，直至根本。本官宣布，首轮武松胜。4位状元榜眼脸色苍白，灰溜溜的下场。武松！这时，赵状元和于状元悄悄凑近西门庆身边，脸色带着不甘和狠厉。西门公子暂且息怒，一时胜负不足挂齿，下一轮诗词便让他见识下何为状元2字的分量。赵兄所言极是，方才是我等轻敌，未尽全力，而且诗词才是我们的最强项，接下来定把他死死踩在脚下。好，那就仰仗诸位了，我要亲眼看着他从这云端狠狠摔下来。中场休息结束，鼓声再起，张之白走到台前，脸上带着些许激动。肃静，接下来由崔大人宣布最终比试。诗词见真章，最后一轮诗词题目定为豪情壮志，题材不限，请诸位选手赋诗，一展胸怀。题目一出，选手们纷纷凝神构思。这时，一个瘦小的身影怯生生的举手：“那个俺也能试试不？”但说无妨。俺的状子就是卖完梨娶媳妇，生娃娃再生娃，娃再生娃。韵哥越说声音越小。韵哥儿，你这直相很实在吗？粗鄙之余污人耳目，这也配称为诗？崔文台目光扫过赵状元，随即温和地看向韵哥。不然，本官道以为娶妻生子，安居乐业，传承血脉，此乃人伦之本，亦是家国之本。诗词之道固然讲究格律词藻，但若失了这份真心与烟火气，便是无根浮萍。生活本身便是最朴素、最长薄的诗品。台下百姓闻言，爆发出热烈的叫好与掌声。崔大人说得好，青天大老爷！插曲过后，4位状元榜眼脸色铁青的重整旗鼓，轮番上阵。边关大雪漫无边，当兵守夜不能眠。但愿老子立大功，回来就能当大官。大鸟乘风飞得高，一飞飞到9重霄。别笑读书胆子小，笔杆也能杀猪羊。寒窗苦读10几年，今天终于中状元。别说京城花看遍，穿红带紫做高官。状元榜眼们诗词华丽，用典精妙，台下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纷纷击节赞叹：好事！无愧是状元才。台下的西门庆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摇着新换的折扇：“这才对嘛！诗词乃风雅之事，岂是那莽夫能懂的？”武松对着主位的崔文台和张之白郑重行礼：“恩师崔大人，学生以为豪情壮志非凭空臆想，须有物击之，有情催之。哦，何物？此诗须佐以烈酒，方能尽抒胸臆，恳请赐酒一坛。”啊，作诗还要喝酒啊？准了，来人！上酒！衙役很快搬上了一坛酒，4位状元榜眼见状，一脸鄙夷，忍不住低声讥讽：“蠢人多作怪，市井之徒终究上不了台面。”东施效颦，附庸风雅，怕是肚里无货，借酒遮羞吧？呵呵，徒增笑料罢了。我等便看他如何出丑。台下的西门庆见到此情景，心中大为快意，他唰的一声展开新换的泥金折扇，轻轻摇动，脸上恢复了从容与得意。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狗肉终究上不了正席，一个舞刀弄棒的糙汉，几碗黄汤下肚，怕是连字都认不全喽。武松拿起酒坛，单手拍开泥封，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。他仰头便是一阵豪饮，清冽的酒液顺着嘴角流下，浸湿了乳袍，显现出魁梧的身材。对不起了，李太白，您老的诗先借我用用，回头给您烧点版权费。这波文化输出，我必须拿下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，不复
回。武松的诗句如一道9天惊雷，猛然炸响在所有人的耳畔，全场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武松傲立台中央，胸膛起伏，浑身散发着酒气与狂放的诗意。好，此时当扶一大白，鬼神之笔，惊天动地，千古绝唱，真是千古绝唱了。老夫能亲耳听完，死而无憾也。五魁首，文曲星下凡，与尔同销万古愁，这是何等的胸怀！官人，这时听得奴家的小心肝都要跳出来了。台下的西门庆脸色惨白，手中的新折扇再次咔嚓一声被他无意识掰断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武松！就在全场沸腾欢呼时，崔文台强压激动，整理衣冠，走到台中央。经议诗词2轮，武松之才，诸位有目共睹。本官宣布，此次清河文会魁首式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尖细阴冷的声音骤然响起，硬生生切断了崔文台的话。咱家不同意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人群分开，一个面白无须、身着蟒袍、气场阴鸷的中年宦官，在一群带刀侍卫的簇拥下，缓缓踱步而来。童贯缓步踱上台，眼神阴鸷地扫过武松，最后落在崔文台身上。崔大人，这魁首定的是否过于草率了？童公公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不知公公对此结果有何高见？高见不敢当，咱家只是觉得这文会比试讲究的是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。可若这参赛之人本身便是个舞弊作假、欺压良善的匪类，那魁首之名岂非成了天大的笑话？童贯话音未落，他身后的侍卫分开，只见吴英杰走了出来。旁边是双腿近端坐在简易监狱上的吴老爷。吴老爷一见到武松，眼中几乎喷出火来，枯瘦的手指剧烈颤抖地指向他。武松，你这恶匪，欺瞒年龄，舞弊科举，老夫不过仗义直言去告发你，你竟唆使张知县当堂打了老夫的双腿，此等行径凶残暴力，与那杀人土匪有何分别？你读的不是圣贤书，是那土匪窝里的黑心账。你放屁！吴英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朝着童贯和崔文台连连磕。二位青天大老爷，这武松在清河县只手遮天，勾结官府，残害我父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，剿灭此僚，清河县一个朗朗乾坤啊！哼，崔大人，你可听清楚了，舞弊科举视为不忠，残害乡绅视为不仁，勾结官吏视为不义。如此不忠不仁不义之徒，不是土匪是什么？难不成崔大人还想当着咱家和这全城百姓的面包庇一个土匪魁首吗？童贯深深地看了眼崔文台，崔文台面色凝重，怒瞪童贯。台下的西门庆得意地看着台上沉默的武松，赶紧威武，搞死他，搞死他！就在压力达到顶点，童贯嘴角露出一丝胜券在握的阴笑时，台下突然冒出一声响亮的声音：吴老财，你放屁！武二郎的年纪，我们街坊四邻谁不清楚？他武家落户在清河县时，还是在俺们李正那里画押登记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你自己诬告不成，还敢在这里血口喷人？原本一脸悲愤和怨毒的吴老爷猛地一颤，他不敢置信地看向台下。青天大老爷，武家兄弟都是好人啊。武大郎老实本分，武二郎更是文武双全。他若是土匪，怎么会把我们这些穷苦人家掸水劈柴？怎么会见着泼皮欺负人就出手教训？他的年纪绝无问题，是这吴老爷心黑，看不得武二郎好。吴老爷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他伸出的手指颤抖，刚想开口驳斥，却被越来越多的声音吞没。对，我们都信武二郎，张知县是青天大老爷，断案公正，打断你的腿是因为你污蔑魁首，扰乱科举，罪有应得。你想往武二郎身上泼脏水，我们清河县的老百姓不答应。我们都能给武二郎做保，滚下去，吴老狗！你们这些刁民、愚民都被他骗了！吴英杰下意识松开搀扶吴老爷的手，脸色苍白。武二郎是文曲星，不是土匪！武二郎是文曲星，不是土匪！童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崔文台上前一步，面向童贯：童公公，
民心所向，即是天意。如今真相已昭然若揭，武松年龄清白，有迹可查，有民作证，吴氏父子诬告，罪有应得。若无视这万千民意，只以无良为匪，恐怕非但不能剿匪安民，反而会寒了天下百姓之心，动摇国朝根基。此事本官绝不能坐视。崔文台，你少在这里跟咱家唱高调，你可别忘了那几箱白花花的银子，若是让圣上知道你借剿匪之名行大肆敛财之事，嘿嘿，你这身官袍还能穿得稳吗？哦，童公公说的是您派人送来的那批剿匪军银吗？此事本官已向朝廷上表，为公公请功。童公公深明大义，体恤前方将士艰辛，主动捐献巨额银两以充军资，助朝廷剿匪大业。所有银两，本官早已命人登记在册，先毫毕现。本官多谢童公公鼎力支持。崔文台，你好得很。童贯在崔文台和武松的脸上来回扫视，额头的青筋暴起。不过朝廷那边倒是疑惑，童公公您一个太监，如何有这么多钱财？还请童公公即刻启程返京，接受监司调查。可恶，我们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走！童贯带着一众侍从仓皇离开，西门庆和4位状元榜眼急忙追上去。干弟，干弟，您等等孩儿，你走了，孩儿怎么办呢？废物，都是你惹来的麻烦。西门庆捂着被打的脸，一脸委屈地跟在身后。另一边的吴家父子在百姓们的鄙夷的目光和唾骂声中被家丁拖走。多谢童公公慷慨解囊，恕不远送。听到这话，刚坐进马车的童贯怒急攻心之下，猛地吐出一大口血。崔文台，你就祈祷永远都不要落在咱家手里，否则定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童贯等人离开后，崔文台走到正中央，清了清嗓子：本官宣布，此次清河文会魁首乃是武松。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武松，武松，武松，武二郎，好样的！大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官人是魁首，是文曲星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爹娘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二郎他真的是文曲星啊！全场欢呼声尚未平息，崔文台抬手示意，人群渐渐安静下来。他面色转为严肃，目光扫视全场。诸位乡亲，今日文会本为选拔英才，彰我大宋文风之盛。然就在近日，数名恶匪在我等脚下这片土地公然劫掠官物，此等恶匪目无王法，形同禽兽。他们劫掠的是朝廷体面，是地方安宁。此举不仅是与朝廷为敌，更是断送可能惠及地方的恩泽，实乃祸国殃民之徒。本官在此郑重宣布，即日起全面清剿辖内所有匪患，尤其是这伙敢公然劫掠官物的恶徒，定要将其连根拔起，以正国法，还我清河县，还我大宋一个朗朗乾坤。崔文台话音未落，人群中突然站出几条大汉：狗官休要在此颠倒黑白，妖言惑众！这长相，这打扮，莫不是晁盖、吴用、刘唐、水浒天团初创元老直接亮相了？呵呵，官务，我们夺的是那蔡京老贼的生辰纲，是搜刮天下民脂民膏聚敛而来的不义之财。我等兄弟取其不义之财，乃是替天行道，何罪之有？卧槽！生辰纲，智取生辰纲，这是触发核心剧情了。不过这怎么和书里写的不一样？正是，你们这些当官的只知盘剥百姓，巴结权贵，我们此举正是为了天下受苦的百姓，比你们这些只会动嘴皮子的狗官强过100倍。果然是这套说辞，替天行道的大旗这就扯起来了。看来梁山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了。黄背逆贼，安敢在此大放厥词！来人，给我拿下这群无法无天的匪类！周围衙役闻令，立刻持大刀长枪扑上。然而晁盖、吴用、刘唐等人显然早有准备，且武艺高强。只见他们拳脚并用，或夺刀反制，或身法灵动，眨眼间便将冲上前的几名衙役打翻在地。弟兄们，封紧，扯夫！几人互相掩护，身形敏捷地撞开人群，朝场外急奔。衙役们试图阻拦，却被他们轻易摆脱。甚至又有2名埋伏在人群中的好汉突然出手，制造混乱。武松站在原地，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，并未出手阻拦。好身手，这就是未来搅动风云的梁山好汉。按照原剧情，他们很快就会上山落草，势力滚雪球一样壮大，最后把我也卷进去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反了！没想到他们竟敢如此嚣张！大人息怒，下官立刻下令全城搜捕，查，给本官狠狠的查！一定要把这伙无法无天的逆贼揪出来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。武松望着崔文台抱背影，又看了看晁盖等人消失的方向。或许这是一个从根源上把梁山扼杀在摇篮里的机会。驿馆书房内烛火通明，崔文台面色阴沉坐在椅子上，赵师爷伫立在旁。武松被侍从引了进来。武松，坐，来人赐茶。
崔文台看了眼赵师爷，赵师爷退出房间，在门外守卫。谢大人，不知大人深夜召见学生，所谓何事？今日文会，你舌战群儒，诗经四座，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，千古奇才之名，你当之无愧。大人过誉了，学生愧不敢当。然而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文会最后那伙逆贼是何等的猖狂。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公然挑衅朝廷命官，为劫掠之举争目，说什么替天行道，实则是祸乱纲纪，罪不容诛。此等恶匪不除，必成心腹大患。大人明鉴，学生目睹其嚣张气焰，一感震惊。此等悍匪，若任其做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武松，本官欣赏的不单单是你的诗文，更是你经义场上那番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的见解，务实锐利，非常人所能及。大人谬赞，学生只是据实而言。本官欲让你暗中参与调查生陈刚被劫一案，协助本官将这伙恶匪及其背后势力连根拔起，你可愿意？借助朝廷的力量，在他们上梁山之前就一锅端了。只要核心团伙散，哪还有什么梁山100单八将？那我自然也不用上梁山。你且放心，关于你的年龄之事，本官自有手段为你斡旋。科举之路，你无需再有后顾之忧。再者，你若能在此事上立下功劳，协助本官追回生辰纲，剿灭这伙恶匪，本官必亲自为你向朝廷引荐。届时，功名与前程皆在你掌握之中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剿匪军功。武松眼睛一亮，成了，年龄问题解决，科举之路铺平，还有大佬引荐和军功傍身，更重要的是能亲手掐灭梁山起义的火苗，这波必须干，而且要干得漂亮。承蒙恩师信重，学生愿效犬马之劳，定当竭尽全力助恩师查明此案，将这群匪徒彻底铲除。好，识大体，明大义，本官果然没看错人。那一二郎之剑，眼下可有良策？按原著，他们得手后就上梁山了，现在却还在苟着，看来这帮人还没拧成一股绳。恩师，学生以为对付此等以义气凝聚的悍匪，强攻硬打，事倍功半。哦，你有何高见？恶匪筋骨强健，唯有攻心，他们因力而聚，便可因力而散。说下去，我们不妨将那劫走的10万贯生辰纲对外宣称是20万贯。妙啊！利字当头，纵是亲兄弟也难免猜忌，何况一群因利而聚的匪徒，一旦听闻有巨款被同伙私吞，他们内部必生龃龉。恩师明鉴，此计旨在令其离心，只需些许火星，他们便自己能烧起来。只是这谣言须有几分可信度，方能奏效。故此，我们需将一个人证牢牢控制在手，此人须与江湖人来往密切，素有劣迹，且与我们有旧怨。西门庆，好一条毒计，一石二鸟，既能搅乱匪徒，又能借此收拾那西门庆。武松，你不仅文采飞扬，这谋略心思亦是深沉如海啊！基本操作，毕竟我权谋剧、商战片可不是白看的，对付你们这些古人绰绰有余。来人，大人有何吩咐？速传清河县张之白来见，立刻，马上！张之白一路小跑冲进一馆厢房，官帽都跑歪了，气喘吁吁。下官参见崔大人，不知大人深夜急召，所为何事？张知县，匪患棘手，武松献上一计，需你我配合。武松靠近张之白，低声将20万贯与西门庆销赃的毒计复述一遍。高啊！大人高见，我二郎妙计，此计甚毒啊，不甚妙。那西门庆实乃本地一汉，平日里与三教九流勾勾搭搭，欺行霸市，偷税漏税，调戏民女，罪行累累。下官案头关于他的卷宗都能堆成小山了。好家伙，西门庆这履历简直是为此计量申定的天选背锅侠啊！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。张之白，你即刻草拟逮捕文书，罪名嘛，就选个涉嫌勾结匪类，横行乡里。夜色深沉，西门府内一片寂静。西门庆正搂着2个美妾酣睡，嘴角还挂着满足的微笑。突然，府门外传来震天响砸门声和呵斥：“开门！官府拿人，快开门！”西门庆从美梦中惊醒，吓得一哆嗦：“何人扰我清梦？”官人，外面好多官差！给本官搜，将嫌犯西门庆拿下。西门庆连滚带爬的从卧室跑出来，一见是张之白亲至，腿肚子打颤，扑通一声软倒在地。张知县，这是何意啊？张知县，误会，一定是误会。我干爹是童公公啊，看在我干爹的面子上。哼，你干爹自身难保，锁上，带走。 2名彪悍衙役上前，像提小鸡仔一样将西门庆从地上薅起来，麻利的套上枷锁。张知县，我姐夫是赵主簿，你们不能。旁边一名衙役眼疾手快，将一块抹布精准的塞进了他嘴里。清河县的大街小巷，仿佛一夜之间被投下了无数谣言炸弹。听说了吗？那伙悍匪劫的不是10万，是整整20万贯。 堆起来能盖座银山里。话说那另外10万贯去了何处？嘿，就在那西门大官人手里，正想法子洗白哩。我就说嘛，西门庆前几天怎么突然低调了？原来是干了票大的。做人还是不能太贪，事情败露，还不是被官府给抓哩？依眼看呐，这事水很深，搞不好是黑吃黑。武松站在人群外围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。这把舆论战让谣言再飞一会儿。
山庄饭堂内气氛略显沉闷，桌上摆着简单的饭菜，众人默默吃着。阮小七扒拉着碗里的饭，嘴里小声嘟囔：若真是20万，咱们每人能多分多少？刘唐哥哥，你说朝天王他经手的时候会不会？刘唐眉头一皱，刚想开口，坐在对面的吴用猛地将筷子拍在桌上，目光如电扫向阮小七。七郎慎言，此等粗劣谣言，分明是官府离间之计，欲令我等兄弟阋墙，自乱阵脚，切莫中了奸人圈套。俺就随口一说。晁盖猛地将碗中残酒灌下，把酒碗砸在桌上，发出咚一声闷响。我晁盖行事光明磊落，绝无半点私心。驿馆内，武松正在向崔文台汇报。恩师，火候已到，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哦，第2步该如何？引蛇出洞，请恩师下令，大张旗鼓地放出消息，就称3日后将押解要犯西门庆进京，交由上面详审生辰纲及销赃事宜。妙，他们将信将疑之际，我们便把人证送走。若他们真信了谣言，必不甘心让西门庆这个分走10万贯的家伙上京。届时他们必来劫囚，我们便张网以待。谣言持续侵蚀着山庄内原本坚不可摧的一切。几日下来，山庄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当晚，刘唐拎着一坛酒，闷头狂饮，脸色越来越红，眼神也越来越直。兄弟们，且满眼此碗，我晁盖。他话未说完，刘唐砰的一声将酒坛顿在桌上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醉眼惺忪地指着晁盖：天王，你跟大家说实话，那批货到底是不是20万贯？那西门庆，你是不是早就认识？是不是私吞了俺们的卖命钱？此言一出，满堂皆惊，空气瞬间凝固。俺也想知道。刘唐兄弟，阮兄弟，你们竟如此看我！刘唐兄弟，你醉了，快坐下，此乃官府毒计。清静无为，莫动无名之火啊！刘唐借着酒劲一把甩开吴用，其他好汉神色各异，有的低头不语，有的眼神复杂地看着晁盖。晁盖看着兄弟们怀疑闪烁的目光，胸膛剧烈起伏，他猛地看向吴用：学究，你一向多智，你说这是计策，我信你。可现在兄弟们都不信我晁盖了。吴用眉头紧锁，羽扇轻摇：天王，此却是官府毒计，意在让我等自投罗网。但如今不必说了，清白2字重于性命，我便将那西门庆劫来，与他对峙，以证清白。山庄内的气氛剑拔弩张，吴用脸色发白，死死拽住晁盖的胳膊：哥哥，去不得呀！此乃那群狗官的阳谋，那押送之路必是10面埋伏，铁壁合围，此行必是九死一生啊！阮家3兄弟群情激愤：军师，你老是疑神疑鬼，天王要是不去，这私吞的黑锅不就扣10了吗？学究，不是兄弟们不信你，可这是关天王名声，也关乎咱们还是不是一条心。忍了这口气，人心可真就散了。连一向淡定的公孙胜也连连摇头，沉默不语。晁盖目光扫过众人，胸口起伏，悲愤交加。他猛地挣开吴用的手，声音嘶哑：学究，你的心意我懂，可今日我要是不去，兄弟们心里这根刺就再也拔不掉了。我晁盖行事对得起天地，宁可明刀明枪的死，也不能憋憋屈屈的活。众兄弟，信得过我晁盖的，拿上家伙，随我出发。月光朦胧，树影乱晃，清河县郊外的押送官道上，杀机暗藏，官道两侧的山上布满官兵。崔文台稳坐在埋伏点，张之白则忙得脚步沾地。快告诉王都头，他那边哪把马索再查一遍，出了纰漏，老夫这顶乌纱帽可就戴不稳了。而在最前线的埋伏点，武松正蹲在草壳子里，借着月光翻看他的5年科举3年模拟。这埋伏时间也太长了吧，干等着太亏了，抓紧刷2道题。五魁首，您这临阵还不忘苦读，真乃我辈楷模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知识就是力量，待会动起手来，我一边默诵圣贤文章，一边拳打匪寇，这就叫文化输出，格局打开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远处押送西门庆的队伍慢慢驶来，武松趴的和尚书，眼神瞬间锐利如刀。月儿已经抛出，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伺机而动。月黑风高，一辆囚车在20余名官兵护送下，吱呀吱呀行在官道上。各位军爷，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冤啊！闭嘴！再嚷嚷，现在就把你舌头割了下酒！突然，路边草丛一声呼哨，晁盖如猛虎出闸，手持朴刀一跃而出。弟兄们，动手！刘唐、阮氏3兄弟等10余名好汉从官道两侧杀出，如砍瓜切菜般轻松放倒了押送官兵。晁盖大步冲到囚车前，朴刀一挥，咔嚓一声，囚车木栏应声而断。晁盖一把揪住瘫软如泥的西门庆，说：“那10万贯生辰纲藏在何处？”什么10万贯？侯太爷饶命啊！我都不认识你个天王，别跟他废话，先把他带走。就在这时，一枚信炮冲锋炸下，官道四周瞬间照得亮如白昼。刹那间，道路两旁喊杀震天，无数火把燃起。密密麻麻的官兵从树林、土坡后蜂拥而出，刀枪反射着寒光，将晁盖等人全部包围住。中计了，天王，咱们被包了饺子。
奶奶的，官兵早有准备。晁盖环顾四周，如潮水般涌来的官兵，他猛地扭头，死死盯住手里抖得像筛糠的西门庆。是你这厮勾结官府，引我们中计。好汉爷，我冤枉了，我也是被坑的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救我的。就在这时，猛地传来一声霹雳般的暴喝：“晁盖，还不束手就擒！”所有人骇然抬头，只见一旁的一处陡峭的土坡顶端，一道雄壮如山的身影借力一蹬，碎石飞溅。他手持一柄锋利戒刀，沿3丈高处合身扑下，直取晁盖。来得好，让某家会会你这清河魁首！两柄利刃狠狠碰撞，火星在夜色中刺目闪耀。武松落地，脚下地面微陷，眼神锐利。晁盖身形一晃，旋即稳住，眼中狠厉。两人刀来刀往，身影交错，战作一团，刀锋呼啸，卷起地上尘土草芥。武松刀法刚猛暴，势大力沉，每一刀都带着破空之声。是我一记9年1教育劈。此好大的力气，招式更是闻所未闻。晁盖不闪不避，坡刀同样以刚猛对方猛，硬汉而上，又是金铁交鸣的爆响。两人各退一步，眼中都闪过一丝对对手的认可。好一个佛塔天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利剑，这刀法是真好剑，可惜刘唐浑身欲去，一把波刀接连砍翻几名官兵，嘶吼着试图向晁盖靠拢。狗官兵，休伤我哥哥！一名官兵趁刘唐注意力全在晁盖身上，快速出刀猛刺后心。刘唐兄弟小心！刘唐闻身下意识侧身，却已来不及完全避开。刘唐痛哼一声，激起凶劲，反手一刀将偷袭官兵劈翻，周围4、5名官兵立刻一拥而上，刀枪并举，死死将刘唐压住，绳索瞬间束缚上身。你们这群杂碎，松开你爷爷！另一边，阮小二为护住受伤的阮小七，双手握重手枪，血如泉涌，惨叫倒地，旋即被官兵擒拿。二哥乐，狗贼，我给你听了！刘唐、阮小七，武松虚准晁盖破绽，刀势如虹。猛挑开晁盖坡刀，刀尖瞬间指向晁盖喉咙，却在毫厘之差骤然停住。晁天王还要再战吗？看看你身边的兄弟，束手就擒吧，何必让他们为你枉送性命？晁盖胸膛剧烈起伏，看着被擒的刘唐、阮小二，又看向周围苦苦支撑的兄弟，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与痛苦，手中的坡刀缓缓垂下。天王是条好汉，吴某敬重，放下兵刃，吴某以性命担保，必在御史大人面前为你等陈情，争取宽大处置。晁盖目光扫过武松真诚的脸，又看向手中的坡刀，最终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手臂彻底垂下。罢了罢了，是某家连累了兄弟们。若能就此擒下晁盖，避免更多伤亡，便是最好结果。武松心中稍松，也彻底收刀，正准备上前，突然晁盖眼中猛地爆射出骇人的凶光与决绝。他借着身体前倾的姿势，脚下猛地一蹬，手中垂下的坡刀如同毒蛇般悄无声息地由下至上，急速刺向武松心窝。某家就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你生死一线间，武松凭借超凡的反应与肌肉记忆，身体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强行侧转。应官不灵，那就休怪吴某无情了。武松左臂如铁钳般猛地隔开晁盖持刀的手臂，右拳紧握，一记蕴含着全部力量与怒意的正拳，如同出膛炮弹，狠狠在晁盖空门大开的胸膛。他一口鲜血喷出，魁梧的身躯向后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地上，脱刀脱手。武松看了眼倒地的晁盖，又瞥了眼自己肋部的血迹，眼神复杂。好险，果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水浒好汉的义气之下，也是这般狠厉决绝。晁盖痛苦挣扎起身，官兵们见状蜂拥而上，就要将重伤的晁盖也捆绑擒拿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速的喊杀声从侧后方传来，伴随着奇异的雾气升腾，官兵瞬间大乱。吴用手持宝剑，公孙胜挥舞着松纹古铜剑，率领着一支精锐人马撕开官兵的防线。不宜兵阵，救出天王，速退！公孙胜道贯威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中松纹古铜剑挥舞。云迷雾锁，急！周遭雾气升腾，夹杂着沙尘，干扰官兵视线。原本严密的包围圈被这突如其来的内外夹击打乱阵脚。武松豁然转身，看向外围搅动战局的吴用和公孙胜，眉头紧锁。智多星吴用，入云冷公孙胜，果然还有后手。这梁山的筋骨比我想象的还要硬啊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挡住左翼，其他人随我救天王。阮小五、阮小七看了眼满身鲜血、倒地不起的阮小二，双目赤红，死死挡住左侧涌来的官兵。吴用和几名好汉趁机冲到晁盖身边，几人一左一右，奋力将虚弱的晁盖架起。兄弟们，哥哥莫要再言，留得青山在，快走！跟着雾气与混乱，吴用、公孙胜等人护着晁盖，汇合了残存的阮小五、阮小七等寥寥数人，拼死杀开一条血路，仓皇遁入官道旁漆黑的深山老林中。吴魁首，匪首要跑，是否追击？武松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战场，看着地上阵亡的官兵和阮小二尸体，
以及被擒的刘唐，深吸一口气，抬手制止。穷寇莫追，深山夜暗，总有埋伏，清理战场，优先救治我方伤员。囚车早已破损，西门庆瘫在烂木头里，身下一片腥臊水泽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！钱我都给你们。2名官兵捏着鼻子，一脸嫌弃地将他从污秽中拖出来。呸！就这点胆子，还敢跟悍匪勾结？吓尿了吧你！赶紧拖走，拖走！臭死了！武松走到被五花大绑、依旧怒目圆睁的刘唐面前。武松，今日算你狠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刘唐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不是好汉。是条汉子，可惜走错了路，押下去，与那西门庆一同打入大牢，重兵把守，严加看管。官兵押解着骂不绝口的刘唐和瘫软如泥的西门庆离开。武松环顾四周，火光映照着他那残留些许血迹的脸庞。清点战果，厚葬阵亡弟兄，将战报速呈报崔御史。是。启禀陛下，此次清河县之行，臣赖陛下天威，更得清河才子武松鼎力相助，方能击溃以晁盖为首的一伙悍匪。此子不仅文采斐然，武略更是过人。哦，可是做会当凌绝顶的那个武松？正是，此子却是可造之才。如此栋梁之才，岂可埋没乡野？传朕旨意，免其乡试，准其直赴京师，参加今岁礼部会试，另自策论典籍一册，以示加冕。清河县街道比往日更加热闹，人人脸上带笑，都在议论前几日剿匪大捷。听说了吗？崔御史押着那伙悍匪和西门庆已经上京去了，全是武二郎的功劳。那厮，咱们请和先帝文去醒，那可是文武双全。武家炊饼铺门口，武松正单手做着俯卧撑，另一只手捧着武三，汗水顺着肌肉线条滑落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，官人这般用功，莫说是秀才举人，便是那状元郎也是手到擒来呢。武大郎在炊饼摊前忙得团团转，脸上笑开了花。嘿嘿，自从二郎得了文会魁首，咱家这金榜题名饼都快卖疯了。要是再中个举人回来，哎呦，那可了不得。哥哥，路要一步步走，饭要一口口吃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鸣锣开道声，一队皇家仪仗转过街角，为首的钦差手持明皇圣旨，张之白诚惶诚恐的在前面引路。是宫里的仪仗，往武家去了。武大郎吓得擀面杖方当落地。二郎，这是……潘金莲急忙起身，娘子，哥哥莫慌，是福不是祸。武松接旨。武松立刻领着潘金莲、武大郎及周围百姓恭敬跪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尔清河武松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乱，前有失经四座，今有击破顽匪，朕深为嘉悦，特赐恩典，免其乡试，擢升直赴京师，参与今岁礼部会试，另赐策论典籍一册，望尔笃志力学，在潘禅宫亲此。二郎，你听见了吗？皇上让你直接去京城考状元。爹娘，你们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武家出息了。官人，这是真的，奴家太高兴了。武松双手高高举起，接过那卷沉甸甸的圣旨和典籍。学生武松叩谢天恩，定当奋发进取，不负盛望。保送跳过青铜白银，直通王者局。家人们，知识改变命运，诚不我欺啊！队伍离开后，张之白上前用力拍着武松的肩膀。好小子，老夫就知道没看错你，此番进京定要一鸣惊人。学生有今日，多亏恩师相助。乡亲们一拥而上，七嘴八舌的道贺。武大郎忙不迭的招呼。潘金莲看着被簇拥的武松，满脸骄傲。次日清晨，晨雾未散，武松和潘金莲站在马车前与武大郎告别。武大郎用袖子擦着眼睛。二郎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就是这一去京城，山高路远的。二郎，这是哥哥攒下的银钱，还有新做的几件衣裳，你和弟妹路上用。武松接过包袱，包袱里除了衣物，还隐隐透出炊饼的香气。哥哥，你这家里也要用度，我和娘子用不了这么多。拿着，穷家富路，京城东西贵，可不能苦了你和弟妹。俺在家有这炊饼摊子，饿不着。哥哥，你安心在家做炊饼，等着弟弟的好消息。二郎，弟妹，路上小心。前路漫漫，凶险未知，但我武松偏要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。京城，我来了！烛光摇曳，映照着满是奢华。蔡京身着长服，坐于紫檀木太师椅上，慢条斯理地拨弄着茶盏。带上来！两名侍卫将衣衫褴褛、披头散发的西门庆押进书房。西门庆扑空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：“太师饶命，太师饶命啊！小人冤枉，都是那武松陷害。”哦。
武松就是那个被圣上特旨擢升直赴会试的武松。西门庆眼珠一转，立刻抓住话头，西行2步。正是此人，太师明鉴。那武松探色忠厚，实则包藏祸心。他不仅武艺高强，更善收买人心。在清河县，他便时常妄议朝廷，说要肃清奸佞，还天下兴亡。继续说。他如今得皇上赏识，若真让他入了朝堂，以他的本事和野心，必定结党营私，成为太师的心腹大患啊！此人断不可留。蔡京沉默片刻，冰冷的目光打量着跪在地上的西门庆。嘿嘿，你倒是机灵，也够狠。这般境地还不忘借刀杀人，难怪那童贯收你当干儿子。小人句句属实，全是为太师着想。既如此，老夫便给你一个机会。那武松不日将途径孟州进京，太师的意思是，你便去孟州，那里有张督监，是老夫的人，该怎么做，你应当明白。小的明白，定叫那武松有来无回，绝不辜负太师厚恩。去吧，事成之后自有你的好处，若败，你知道后果。西门庆走出府门，深吸一口气，他回头望了眼森严的太师傅，脸上惊惧进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扭曲的笑容。武松啊，武松，你个死气倒腾，这次蔡太师做靠山，看你还如何分身。薛舅，我不行了，兄弟们不能散。哥哥放心，兄弟们誓死相随。宋江、江潮、报仇。话音未落，晁盖头一歪，手无力垂下，双目却仍圆睁。哥哥，那武松，我定将他千刀万剐。哥哥，走好，你的仇，兄弟们记下了。如今天王归天，刘唐兄弟被擒，阮小二兄弟战死，我等已是势单力薄，犹如无根浮萍。群龙无首，非长久之计。薛究眼下该当如何？为今之计，唯有去江州寻宋功名，方能重振旗鼓，为天王报仇。江州牢城营院内，宋江身着囚服，正在院中洒扫。他面色看似平静，眼神深处却藏着一丝不甘。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，想我宋江昔日何等风光，如今却困于此地。阎婆惜那贱人死不足惜，只可惜断送了我的青云路啊！宋押司，打扰您清静，营外来了几位好汉求见，说是您的老朋友。哦，老朋友，快有请，引他们去我住处相谈。简陋的房内，吴用、公孙胜等人走了进来。一见宋江，吴用立刻上前拱手：“公明哥哥，小弟吴用啊！”薛究何出此言？这几位兄弟是贫道公孙胜、阮小五、阮小妾，我们都是朝天王的兄弟。公明哥哥，朝天王，他被那清河县一个叫武松的恶徒施个计害死了。什么？晁盖哥哥他武松，此乃何人？竟敢害我晁盖哥哥！宋公明，如今兄弟们没为主辛苦，求您为我们做主啊！宋江连忙弯腰扶起阮小七，面露难色，长叹一声：“小七兄弟，快请起，折煞宋江了。诸位兄弟厚爱，宋江心领。只是，你们看我如今这般模样，自身尚且难保，一个配军之身，何能敢担此重任啊？晁盖竟死了，武松此事蹊跷，不过这或许是上天与我的机缘。哥哥何必妄自菲薄？以哥哥在江湖上的声望，正是我等需要的主心骨啊！既然各位兄弟信得过我宋江，哥哥答应了，报仇雪恨乃头等大事，但此事需从长计议，不可操之过急。眼下最要紧的是需寻一处安稳的根基之地，让兄弟们有个落脚之处，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。我听说那梁山坡800里水坡环绕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正是我等成就大业的天赐之所。哥哥高见，只是那梁山如今被白衣秀士王伦占据，此人心胸狭隘，恐难容人。王伦若他识相便罢，若是不识相，为了众兄弟的前程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先取梁山，再图报仇，那武松迟早要他用血来祭奠朝天王在天之灵。晁盖哥哥，你的未竟之业就由我来接掌吧，这江湖该换个活法了。宋江带着吴用等人在江州城外集结，黑旋风李逵、神行太保戴宗、花和尚鲁智深、豹子头林冲等好汉闻讯而来，队伍顿时壮大了不少。哥哥，听说要去打梁山，俺铁牛第一个打头阵，哪个不服，吃俺一服！哈哈，你这黑厮就知道砍砍杀杀，一切听公明哥哥安排。洒家早就看那王伦不爽快，扭扭捏捏，不像个汉子。林某在梁山时便知王伦难成大事，今日愿助公明哥哥一臂之力。承蒙各位兄弟信得过宋江，此去梁山非为私利，实是为众兄弟寻个安身立命之所，更为朝天王报仇雪恨，寻个根基。
东江一行人顺利上山，王伦在聚义厅设宴款待。哈哈，宋公明大名如雷贯耳，诸位好汉光临敝寨，蓬荜生辉。只是山寨狭小，粮草有限，恐怕王头领过谦了。梁山800里水泊，地灵人杰，何来狭小之说？莫非是不欢迎我等兄弟？王伦，当初我落难来投，你便百般推诿，如今公明哥哥携众豪杰前来，你又是这般嘴脸，你这寨主当的也太小气了呀！跟着鸟人啰嗦什么？哥哥，让俺披了这丝，咱们自己做这梁山。王伦见状，脸色煞白，身边几个心腹刚要动作，鲁智深禅杖一顿，阮小七等人已亮出兵刃，厅内气氛剑拔弩张。王头领林教头所言在理，梁山乃天下英雄的梁山，非一人之私产。你若识大体，让出主位，我宋江保你安然下山，富贵不忘；若是不然，宋江话音未落，李逵一役就击碎了面前的酒桌。王伦吓得瘫软在地，面色惨白。我让便是，我让便是。王伦被礼送下山，聚义厅前，众好汉齐聚，一面崭新的大旗缓缓升起，上书4个大字：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，替天行道。哥哥，如今梁山已定，你快做了这第一把交椅，带领我等杀回清河，取了那武松狗头，为朝天王报仇。群情激愤，纷纷附和。宋江却抬手制止了众人：诸位兄弟，这梁山之主，宋江暂不能做。哥哥这是何意？晁盖哥哥待我如手足，他含恨而终，此仇不共戴天。那武松便是此仇的祸首，宋江在此立誓，此生若不手刃武松，为朝天王报此血仇，我宋江便不配做这梁山之主位，不配受诸位兄弟这一拜。哥哥重情重义，俺铁牛跟你一起，定把那武松剁成肉泥。愿随哥哥弑杀武松，为朝天王报仇。晁盖救不上寨，若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报仇的决心，如何能让他们真心归附？这事儿必须发。宋江点头，眼底闪过一丝满意，随即指向身后匾额。好，既然众兄弟同心，我等便不能只图一时之快意恩仇。从今日起，这聚义厅便改为忠义堂，忠义二字便是我梁山立寨之本。于兄弟是义，于天下是忠。哥哥高见，忠义堂3字正显我梁山气度。忠义堂，忠义堂，忠义堂。从今日起，我梁山忠义堂前竖起替天行道大旗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带取了那武松性命，祭奠朝天王在天之灵后，宋江再与诸位兄弟共享富贵。待众人散去，宋江单独唤住鲁智深与林冲：二位兄弟，武松此僚狡诈多端，不可不防，烦请你们即刻启程，前往孟州。武松的一切动向，速报来。哥哥放心，洒家定叫那武松无所遁形。林某明白。武松啊，武松，你的人头便是我收拢人心，坐稳这把交椅最好的踏脚石。马车行至十字坡，武松撩开车帘，见前方牌匾上书十字坡945个大字。武松眼神一凝，扶着潘金莲下了车。娘子，前方便是十字坡了。十字坡，难道卖人肉包子的经典剧情要来了？官人且慢，你看那老板娘，虽是笑容满面，但眼角带煞，指甲缝里隐隐透着红痕，她不是善类。孙二娘正站在店门口招呼客人，一身红衣，体态丰腴，眉眼间带着几分泼辣。好个威武的汉子，这身板，这气度，比我家那死鬼强出100倍。武松和潘金莲走进店内，孙二娘立刻堆起笑脸迎上前来。客官远道而来，快请坐，要用点什么？本店的包子可是一绝。先来几个小菜，包子就不必了。那客官先饮杯水酒，这水酒也是本店的招牌。孙二娘站在桌边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武松。潘金莲见状，立即起身：姐姐这身衣裳真好看，这料子是在哪儿买的？妹妹瞧着喜欢的紧，定要缠住这妇人，给官人创造机会。趁孙二娘被潘金莲拉到一旁讨论不料，武松迅速将2杯酒倒入桌下暗格，又从随身葫芦中倒出清水入杯。孙二娘好不容易摆脱潘金莲的纠缠，回头见武松正举杯欲饮，这般俊朗的郎君做成包子馅儿倒是可惜了。娘子，还是你手段高，这肥羊，这2位客官看着就非同一般。可惜了这身好皮囊和腱子肉。就在他指尖要触碰到武松之际，武松猛然睁眼，一个利落翻身，右手如铁钳般扣住孙二娘手腕，左掌顺势按住冲上来的张青肩头。你没中迷药？2位这神仙打劲儿是不小，可惜没到进我嘴里。大宋刑统看了没？以药迷人，起步3年，闹出人命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哼，要杀要剐，来个痛快！我若想要2位性命，你们现在还能说话？官人何不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这人
武艺高强却不下死手，倒是个英雄人物。杀人越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你们可知这十字坡下埋了多少冤魂？他们的家人又该如何悲痛？这黑店的银子，你们花着能踏实吗？可这荒山野岭不做这营生，俺们靠啥吃饭？这十字坡地处要道，南来北往的客商众多，若改做正经客栈，卖些干净酒食，岂不胜过终日提心吊胆？哎呦，听君一席话，盛开10年黑店。当家的，这位郎君说的在理啊！全听好汉安排，我们这就金盆洗手。次日清晨，四二娘与张青已将店内整顿一新，亲自送武松和潘金莲上路。恩公娘子，这是俺今早新蒸的素馅大包子，干干净净，绝对绿色。二位路上垫垫肚子。有郎姐姐费心了。那就此别过，望二位生意兴隆，下次路过我可要来尝尝你们的招牌包子。这才是真豪杰呀！当家的，以后学着点。官人，越是临近这孟州地界，奴家这心头便越是无端的发慌，总觉得前路有什么祸事等着似的。娘子莫怕，有为夫在，定能护你周全。何况这局棋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孟州张都监府内烛火摇曳，西门庆被侍从引进门，将蔡京手谕呈给张都监。原来是太师门下，失敬失敬。太师但有吩咐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，效犬马之劳。本官升迁的青云路，他来了。那武松不日将途经孟州，太师有令要我们在孟州了结那武松。要除武松，倒有一人可助公子，只是此人姓蒋名忠，人称蒋门神，乃是孟州地头一霸，武功嘛确实高强，就是性子野得很，有时候连本官的面子也不太给。哦，这等有本事的刺头正合我用，但不知他有何喜好。此人最好2样，一是杯中物，二是黄白物。最近正对东门外快活林眼热得紧，偏生那店主施恩也是个不肯挪窝的硬骨头。快活林好地方，我这就去会会这位蒋门神，给他送份前程。西门庆在酒肆寻到正独饮闷酒的蒋门神，径直在他对面坐下。哪来的白面郎君？一边去，莫扰了爷爷酒兴。久闻蒋兄英雄了得，特来献上一桩富贵，祝兄台了却一桩心事。就凭你细皮嫩肉的，能有什么富贵？明日此时，我能让快活林一主，不知蒋兄可有意做这新主人？蒋门神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，一把抓过金子掂了掂，又狐疑地盯住西门庆。你有这本事？什么路子？明日你且这般，先派人去快活林闹事，待施恩出手，自有官差恰巧路过，届时将他下狱。快活林还不是蒋兄囊中之物？妙啊！不过你为何要救我？呵呵，实不相瞒，我要与一个叫武松的泼财算笔旧账。事成之后，快活林的收益你欺我3，而那武松就全仰仗蒋兄的拳脚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若真能得了快活林，那什么武松包在我身上，并叫他走了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呵呵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略施小计便急不可耐。武松啊武松，看你这回还往哪里逃！快活林酒肆内宾客盈门，生意正好，蒋门神带着7、8个彪形大汉大摇大摆闯了进来，气势汹汹。施恩小儿，给爷爷滚出来！蒋忠，你欺人太甚，真当我施恩是泥面路上？你这破店专卖馊酒烂菜，坑害乡邻。今日爷爷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，给我砸，把那破招牌拆下来当柴烧。施恩忍无可忍，上前阻拦，却被蒋门神一把揪住衣领。光天化日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呸！在孟州，你蒋爷爷我就是王法。施恩吃痛，弯腰蜷缩。就在此时，一队官差恰巧巡逻路过，迅速冲入店内。怎么回事？何人胆敢在此闹事？官差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是蒋忠他带人。好你个施恩，本官亲眼所见，你在此殴打良民，蒋义士路见不平，你竟敢反抗！来人啊，把这凶徒给我拿下！大人，您怎能颠倒黑白？分明是他们！哼，本官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锁上！你们敢！我爹是管营石大人。哼，别说你爹是管营，今天就算你祖宗来了，也管不着。带走！与此同时，孟州街头，武松与潘金莲正在寻觅落脚之处。武松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西门庆。他不是被押解进京了吗？怎么会在此地？他能大摇大摆出现在这里，想必那蔡京也搅和进来了。好家伙，属小强的吧？蔡京这是收他当门下走狗了。官人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且与官府勾结，我们势单力薄，千万要小心啊！来得正好，旧恨新仇，这次便与他们一并清算。施恩被关押不到半日，终由其父施管营多方打点，勉强救出。父子2人在内室相对而坐，气氛凝重。爹，那蒋门神进驻无法无天，青天白日砸定打人，官差也跟着颠倒黑白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哎，儿啊，你的委屈，为父岂能不知？只是那蒋门神背后，如今站着的可是蔡太师门下那位西门庆。蔡太师这等通天的人物，岂是我们这等人家能招惹得起的？蔡京的人。
不过为父倒是听闻，近日咱们孟州来了位了不得的人物，姓武名松，乃圣上特旨擢升的举子，文武双全。你若能求得他相助，或许咱们这块火林还有夺回来的指望。小院内清幽雅致，武松正于石桌旁教潘金莲习字，忽闻院门被敲得又急又响。武松刚一起身，潘金莲已快步上前开门。吴举人，学社施恩，请吴举人为我做主啊！师兄，何至于此？快请起，有什么委屈，进来慢慢说。施恩，这鼻青脸肿的架势，看来快活林的经典剧情，到底还是让我赶上了。那蒋明神他强占了我的快活林，还攻击官差，将我打入大牢。事官人莫急，先喝口茶，顺顺气。多谢嫂夫人。最可恨的是，那蒋梅神背后似乎另有主使。哦，是何人？学生听家父说，是个从京城来的，名叫西门庆。是他。官人，那日我们在街上果真没有看错。若是旁人，或许还要思量三分。既是西门庆在此兴风作浪，这事吴某管定了。师兄放心，你这公道，我必为你讨回。吴举人大恩，是没齿难忘。师兄言重了，你且去做一件事，再去官府，堂堂正正状告那蒋门神强占民产。可是吴举人，那些官差明显与他们沆瀣一气，我去告状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你只管去告，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，剩下的我自有安排。天刚蒙蒙亮，孟州城几个热闹路口就挤满了人，都对墙上新贴的告示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诸位乡亲都来看看，这蒋门神蒋忠强占人家祖传的快活林，勾结官差，无法无天，还有王法吗？蒋忠者，孟州一霸也，强占民产，欺压良善，写得好啊！没错，这杀千刀的蒋门神，上月还应收了我家200文的保护费礼。各位叔伯婶娘，请为我们评评理。那蒋门神不仅强占了快活林，还将施恩公子打得浑身是伤，这朗朗乾坤，难道就任恶人横行吗？太欺负人了！太欺负人了！连使馆营的儿子都敢往死里打，还有没有天理？这蒋门神真当孟州是他家开的了？消息很快传到蒋门神耳中，他带着一群打手，气势汹汹地冲到武松暂住的小院外。武松，给你蒋爷爷滚出来！敢在背后嚼舌根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蒋忠，你强占民产的事迹都已上榜公示了，还敢上门耍横，是嫌这孟州城的百姓不认识你这张恶霸的脸吗？放你娘的屁！在孟州，老子就是规矩。今日就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！好，你这书是石头刻的不成？看清楚了，此乃圣上亲赐，寓意文运昌隆。你竟敢公然殴打御赐之物，是想藐视圣恩，意图造反吗？蒋门神捧着手，看着那明黄色的书封，脸色瞬间煞白，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。诸位乡邻都做个见证，蒋忠光天化日之下，不仅强占民产，更欲行凶伤人，甚至殴打圣山御赐之物，暗送刑恐，该当何罪？抓他去见官！抓他去见官！无法无天了，必须严惩！小院外围观的百姓里，鲁智深和林冲做寻常商客打扮，将方才一幕尽收眼底。这武松倒是个妙人，洒家原以为他是个直小的抡拳头的直性汉子，没想到肚子里还有着许多弯弯绕绕，有趣的紧。以理服人，以智取胜，这等人物却是与宋江哥哥所言大不相同。看来咱们这趟没白来，且再看看这出好戏还没唱完呢。就在蒋门神恼羞成怒，想要招呼手下一起上时，一队官差及时挤开人群跑了过来。蒋爷，息怒，息怒啊！您看这众怒难犯，满城的父老乡亲都看着呢。哎呦，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实在难做。嘿嘿，您就先跟我们走一趟，暂避风头。蒋门神被官差半请半押的带走，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武松一眼，眼神像是要喷火。远处茶楼雅间内，西门庆凭窗而立，阴沉着脸看着楼下这场闹剧，手中的细瓷茶杯卡的一声被捏出一道裂痕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，连个穷书生都摆不平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，连个穷书生都摆不平。呵呵，西门公子息怒，非是下官不尽心，是那武松滑不溜手，实在难以下手。明得一躲，暗箭难防。张督监，你以你的名义下帖，就说赏识他的才学，请他过府一叙。下官明白，只要他踏进我都监府的大门，便是瓮中之鳖，任他有通天本事，也休想全身而退。小院内安宁祥和，武松正于树下温书，潘金莲在一旁安静地绣着画。忽然响起敲门声，一名差役恭敬地递上大红请柬。吴举人，我家都监大人久仰您文采风流，智勇双全，特在府中设下薄宴，恳请您大驾光临。承蒙张大人抬爱，吴某定当准时到了。官人，这分明是宴无好宴，只怕娘子宽心，他们既然摆下这台戏，我若不去，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？鸿门宴是吧？行，哥今天就给你们表演个现代版鸿门宴生存指南。都监府内灯火通明，宴席丰盛。张都监一见武松，便热情地迎了上来，连连称赞：武贤侄真乃人中龙凤，不仅文采斐然，那智取蒋门神的妙计，更是令老夫拍案叫绝啊！大人谬赞了，学生不过是循律法，
讲道理，维护一方安宁罢了。玉兰，还不快给五公子针灸！一旁势力的玉兰姑娘应声上前，步态袅娜，为武松针灸时，眼波流转，眉目传情。五公子，请满饮此杯。贤侄啊，你看小女如何？老夫越看你们越是觉得般配，不如亲上加亲，成就一段良缘，如何？玉兰含羞带怯地看了武松一眼，大人美意，学生感激不尽。只是学生早年便立下誓言，不中进士，绝不纳二妾。家中贤妻与我患难与共，情深意重，不敢相负。贤侄果然志向远大，品性高洁，佩服佩服。不过今夜天色已晚，贤侄就在府中客房歇下吧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武松还未来得及推辞，几名侍从便已热情地簇拥着他往客房走去。武松啊武松，今晚这身拜名列的戏码，你是唱定了。房门咔嗒一声关上，武松脸上的醉意瞬间消散，他缓步环视，目光落在桌上的水壶，一尘不染，熏香缭绕，还贴心备好了醒酒茶。张督监这服务意识，快赶上5星级酒店了。武松鼻尖微动，顿时一阵眩晕，他迅速捂住口鼻。不对，这香里掺了东西，茶壶怕也是加料板。武松捏住鼻子，敞开窗子，将散发着香气的香炉向外一扔，随后不动声色地将壶中茶水小心倒入花盆。哟，还是烈性版，张大人可真下本钱了。行，既然你们非要演这出戏，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他迅速从行囊中取出文房四宝，在桌上整齐铺开，随后合衣而卧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房门被轻轻推开，玉兰身着薄纱，脸部轻移，反手将门带上。五公子，夜深寒重，奴家特来为您添被取暖。女施主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啊！奴家听不懂公子在说什么，奴家只觉得浑身燥热难耐。热，那就好好清醒清醒。你现在可还觉得热？若是还热，院中有口古井，水质清冽，最适合消暑解热。奴家站不稳了。姑娘小心，以此作账，可保无虞。冠姑娘言行浮躁，怕是心魔作祟。来，今日吴某就为你开一堂修身养性课。上课。武松迅速铺纸研墨，开始他的教学。先朝君子慎读百遍，要字字用心，笔笔到位。公子，其实奴家修的狡辩，在墨女戒50遍，精贤真静，守节整齐，要深刻领会。公子，你听我说，最后背诵正气歌，要声如洪钟，气贯长虹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娘就在屏风后潜心休息，吴某在此监督。这人莫不是读书读傻了？就在玉兰濒临崩溃之际，房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房门被大力踹开，张督监带着管家和一众家丁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武松，你竟敢对老夫的义女行不轨！只见玉兰浑身湿透，坐在书桌前，面前堆着厚厚的纸张，手里还握着毛笔。武松则站在屏风另一侧负手而立，神情自若。张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恋爱方才突发疫症，直呼体热难耐，宽衣解带，学生不得已以清茶助其降温。又见恋爱幡然醒悟后求学心切，便顺势授以圣贤之道。您看，恋爱正在默写女戒，以得其中精髓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玉兰在众人灼灼目光的注视下，满脸通红，哇的哭出声，奔出房间。荒唐，简直荒唐！学生救人心切，何错之有？莫非大人希望看到别的什么场面？是老夫教女无方，让武贤侄见笑。既然令院已得圣贤真传，那武松便告辞了。武贤侄慢走不送。张大人，寻常人想请我吴某讲学，少说也得100两文银，今日全当结个善缘，这学费就免了吧。大人，快全身玩来！书房内，张督监瘫在太师椅上喘着粗气，管家小心翼翼地奉茶。大人保重身子，何必与那粗人一般见识？西门公子，你看这文的不行，武的不行，色诱也不行，那武松莫非是铁打的罗汉？张大人，我早就说过，此撩机警异常，寻常手段奈何他不得。那依西门公子之见，既然计谋难成，那就直取要害。武松最在乎的，无非就是他那个娇妻潘金莲。妙极，只要拿住他的软肋，不怕他不低头。一名差役慌慌张张冲到小院门前，把门板拍得震天响。武夫人，大事不好！武公子在鸳鸯楼喝多了，正闹得翻天覆地呢。张大人特命小的来，请您快去劝劝。官人他，这怎么可能？官人向来稳重，且酒品极佳，莫非是中了圈套？夫人快些吧，武公子把桌椅都掀了，再晚怕是要出人命。说是真的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官人最重要。既如此，烦请带路。潘金莲随着差役来到鸳鸯楼，前脚刚踏进雅阁，后脚房门便被锁死。放我出去！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金莲娘子，多日不见，这身段倒是比在清河县时更加丰腴了，真让人心痒痒呢。西门庆，果然是你这卑鄙小人！小娘子何必动怒？那武松不过是粗人，哪懂得温存体贴，不如跟了我，保你穿金戴银，享尽荣华。无耻！等我官人来了，定叫你碎尸万段！好个泼妇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给我捆了！放开我！西门庆，你今日所作所为，我官人必会让你百倍偿还。官人，你千万要沉住气，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。
武松回到住所，只见院门大开，屋内空无一人，顿时心头一沉。娘子，金莲，有位公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武松展信一看，脸色骤变。西门庆，这是在找死！鸳鸯楼想让我按剧本走，偏要魔改，得找施恩，但硬请通判不可能，得有利可图。夜色中，武松敲响施恩的家门。武兄，快请进。那日多亏武兄仗义出手，施恩方能脱困，快活林也暂时得以保全。此番恩情，正愁无处报答。师兄言重了，路见不平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实不相瞒，吴某此来，实是有性命攸关之事相求。武兄尽管直言，施恩虽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。我娘子金莲被张都监设计掳去了鸳鸯楼，西门庆那厮也在场，他们摆下的是鸿门宴，专等我往陷阱里跳。什么？这帮败类竟用如此下作手段！武兄，我这就召集人手，咱们杀进鸳鸯楼，救出嫂夫人。不可，他们必有埋伏，硬闯定会正中下怀。师兄，我需要你做另一件事，此事若成，不仅能救金莲，更能将这群祸害连根拔起。你立刻去见本州李通判，就说张都监在鸳鸯楼私设公堂，绑架举人家眷，以图构陷杀人，作为交易，我会拿到扳倒张都监的证据。好主意，李通判和张都监素来不睦，有此良机，他定会出手。你带官兵埋伏在鸳鸯楼外，若听见楼内传来摔杯之声，立即点燃烟火，率官兵冲进来拿人。武兄独闯龙潭，千万小心，信号之事包在我身上。有劳师兄，等我消息。西门公子妙计，将蒋门神刚从牢里捞出，正好赶上这场好戏。武松那厮此番插翅难飞。多谢西门公子大救，待那武松进来，我定要亲手打断他的嘴，以泄心头之恨。好说，此番定要叫武松死无全尸。月光下，鸳鸯楼的飞檐翘角在夜色中蛰伏，两条人影悄无声息地隐在对面屋脊的阴影中。林冲兄弟，洒家让菜园子那几个小厮打探清楚，西门庆那厮勾结张都监，在鸳鸯楼里布下刀斧手，就等着给武松摆一桌刀斧宴呢。武松在孟州城智斗恶霸，是条光明磊落的好汉，今日既然撞破这桩阴谋，断不能坐视不理。待会儿但见风吹草动，洒家便先闯进去，保管把这鸳鸯楼砸得他娘都认不得。武松迈入鸳鸯楼，脚步沉稳，烛火摇曳中，他眼神锐利，扫过全场。今夜怕是要血溅鸳鸯楼了，也罢，我武松今日便要效仿那单刀赴会的关云长，叫这群奸贼原形毕露。武松啊，武松，你总算来了！看看你这如花似玉的娘子，若不想她香消玉殒，就乖乖跪下磕3个响头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武松，你屡次与本官作对，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上次夺快活林，让你坏了老子好事，今日定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诸位，吴某认栽，既然落在你们手里，别无他求，只求做个饱死鬼。可否先给我娘子松绑，再备上一桌酒菜？且慢，这厮诡计多端，莫要中了他的缓兵之计。哈哈哈哈哈！张大人多虑了，这鸳鸯楼内埋伏着数名刀斧手，楼下还有官兵把守，他武松就是累生双翅也难飞。来人，摆酒。酒菜上桌，潘金莲也被松绑，武松假意安抚，借着为他整理鬓发的机会，快速将一块炭块塞入他手中，用这个把他们的罪证都记在桌布上。酒过3巡，张都监等人面泛红光，言语间渐渐放肆。张大人，这一杯敬您，您权倾孟州，吴某实在不该与您作对。算你识相，告诉你，光今年收受县衙的孝敬，就不下5000两。西门官人，这一杯敬你运筹帷幄，吴某自愧不如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告诉你，蔡太师早就想收拾你，等解决了你，这孟州城不过是我西门庆的垫脚石罢了。跟他啰嗦什么？争取了快活林，老子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怎么打断诗人那小子的腿！潘金莲趁众人不备，悄悄用炭块在桌布内侧快速书写，烛光摇曳中，他的额头沁出细密汗珠，手腕因紧张而微微颤抖。3位真是手眼通天，只是吴某不明白，为何你们有如此权势？告诉你，监察御史李大人也是我的人，前日刚送了他5000两白银，在这孟州，本官就是王法。武松，你今夜问的未免太过细致了。武松，你是在套我们的话，动手，一个不留！蒋门神闻言，立即挥刀砍向松，刀锋凌厉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2条黑影从天而降，木屑纷飞。洒家来也！哎呦喂，这什么破楼，这么不结实！林冲在此，休得猖狂！全都给我上！取他们性命者，赏银100两。20余名刀斧手一拥而上。娘子在此稍后，待为夫收拾这些奸贼。官人，奴家等你凯旋。武松、鲁智深、林冲3人背靠背而立，与涌上的刀斧手战阵。炉火摇曳，刀光剑影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蜀大师、林教头，你们为何要助吴某？你在孟州为民除害，
洒家岂能坐视你被小人陷害？你智斗蒋门神，林某佩服，今日定要助你铲除奸邪！蒋门神怒吼一声，挥舞钢刀直取武松。西门庆也抽出腰间软剑，剑法刁钻的加入战团。蒋门神，你这力气还不如我家隔壁屠夫。小白脸儿，你这剑法绣花呢？要不要洒家教你两招？乌合之众也敢在此逞凶！张都监见三人武艺高强，顿时慌了手脚，拉起地上的西门庆。西门公子，情况不妙啊！不如留得青山在。你们两个没义气的，竟敢丢下老子徒子逃命！说好的同生共死呢？呵呵，看看狗咬狗了，洒家今日可算开了眼。武松见时机成熟，猛地将手中酒杯摔在地上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鸳鸯楼外火光逼近，官兵呐喊声由远及近。张都监和蒋门神脸色惊愕，残余的刀斧手呆愣在原地。西门庆忍着剧痛悄悄躲进角落。洒家与林教头的身份不变，此间事了，不便与官面上的人打交道，这便先走一步。武松兄弟，公明哥哥因朝天王之事，已视你为死敌，往后务必万事小心。宋江，操！梁山到底还是起来了。宋江这双彪狗心术不正，梁山落在他手里，不知道要白白害死多少兄弟。这祸害必须趁早连根拔了。多谢二位哥哥坦言相告，此恩武松记下了。山高水长，他日必有厚报。鲁智深与林冲相视点头，从另一侧窗户悄无声息地跃出，融入夜色之中。他们刚离开，李通判便率领大队官兵涌入鸳鸯楼，瞬间控制住全场。残余的刀斧手见大势已去，纷纷丢下兵器投降。张都监面如死灰，瘫软如泥。蒋门神不甘的挣扎咆哮，被官兵死死摁住。角落里，腿部受伤的西门庆忍着剧痛，悄悄拧开一处隐蔽机关，身影没入暗道，只留下一道蜿蜒血痕。何人在此聚众械斗，绑架举人家眷？通判大人明鉴，是张都监与西门庆、蒋门神等人勾结，设下埋伏，意图杀害武松举人，并掳掠其妻潘氏，幸得武举人机警，方才未让奸人得逞。李大人，此乃内子潘氏趁贼人不备，用炭块记录的张都监、西门庆、蒋门神三人亲口承认的罪证，包括受贿索贿、勾结上官、意图构陷杀人等，请大人过目。好一个孟州父母官，好一个地方恶徒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来人，将罪官张梦芳即刻革去衣冠顶戴，与蒋忠一并打入死牢，严加看管，候审待决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李通判，你休要落井下石！快活林是老子的，老子！一旁的官兵眼疾手快，抓起一块破布狠狠塞入其口，将两人拖拽下去。大人，现场似乎少了一人，那主犯西门庆不见了踪影。方才混乱，却未曾留意这厮，莫非让他趁乱溜了？在我孟州地界，还想逃出升天？来人，给本官仔细的搜！报！大人，此处发现一道暗门，门上有星星血迹。定是这奸贼从此处遁逃了。哼，垂死挣扎！传我命令，加派精干人手，寻血迹给本官追。翌日，京城蔡京太师府内，西门庆被两名侍从像拖死狗一般架了进来，重重扔在冰冷的地板上。西门庆拖着残躯，用尽力气向前爬行，地上留下刺目血痕。太师，求太师为小人做主啊！张都监实在无能，计划周详，却让武松翻了盘，小人拼死才逃回来报信啊！您看我这腿……所以你活着回来了？是，小臣想着必须回来禀报太师，小臣对太师的忠心，天地可见了。办事有余，累我损兵折将，老夫这府里不养无用的狗。太师饶命，太师饶命了！求太师念在小人往日鞍前马后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饶小人一条贱命，小人愿做牛做马，誓报此仇。蔡京居高临下盯着浑身颤抖的西门庆，之前在太师一夫手上轻轻敲击。既然这条腿没能帮你办成事，留着也是累赘，废了吧。下次若再办砸，那就不是腿了。谢太师不杀之恩，谢太师。两名侍从上前将语无伦次的西门庆粗暴地拖了下去，地板上只留下一道长长的污秽的血痕。武松，看来京城这场戏不会太无聊了。京城巍峨的城墙下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。武松和潘金莲站在城门口，显得颇为渺小。家人们，终于到终极副本京城了，这压迫感拉满啊！官人，这京城也忒大了，比咱们清河县大10个不止。走吧，娘子，找个地方安顿。你官人，我得抓紧最后冲刺了。金銮殿内气氛肃穆，香炉内青烟袅袅。陛下，臣近日听闻，荆轲特擢举子武松在孟州期间行为颇有不检，其与那梁山伯贼寇竟有过从，此事关乎科举清誉，更关乎朝廷体统，臣心实难安，恳请陛下下旨彻查武松底细，以正视听。朝堂上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，几位大臣交换着眼神。蔡京神色如常，眼帘微垂，
皇帝端坐龙椅，目光深邃。武松为爱卿倒是关切得很。陛下明鉴，臣实为国家抡才大典计，不敢私存。朕知道了，此事容朕思量。退朝吧！百官山呼万岁，躬身退下。蔡京低垂的眼睑下，目光微冷。御书房内，檀香清雅，皇帝端坐案前，眉头轻皱。大家魏尚书今日在朝堂上对那武松自是十分忌惮。他一个吏部尚书，何须忌惮一介举人？不过是代人发声罢了。蔡京这条老狐狸，自己缩着爪子，倒让门下犬吠。大家圣明，那武松在孟州折了蔡京的颜面，他这是急了，想借朝廷之手除了这根眼中钉。梁山是借选之旗，日渐做大，蔡京却是复古之躯，深植朝堂。这个武松倒像一把突如其来的快刀，锋利无比。那大家的意思是，且看他这把刀能否为朕剜去那借选，撼动这庸居。老奴明白。京城的小院内，武松正在灯下苦读。武松瞬间警觉，放下书。潘金莲有些紧张地靠近武松。武松上前开门，环顾四周，只见一封信笺被置放于地面。武松拾起，展开信笺。欲经朝堂，先安江湖。明日午时，紫竹林见。这是开启隐藏任务了。紫竹林内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竹叶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53个紫竹林，这时间地点选的，怎么感觉有点像要上演林冲误入白虎堂啊？千万别是坑！竹林深处空地上，崔文台垂手而立，而他前方，一道身着素色常服、挺拔的身影正背对着武松来的方向，负手而立，静静地观赏着眼前的翠竹。陛下，武松到了！卧槽！陛下，活的皇帝！就在武松脑子一片空白之际，那身影缓缓转过身来。学生武松叩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，此处非金銮殿，不必拘泥俗礼。武松，你于孟州之事，朕已知晓，智勇双全，更难得是心存仁念，未对那蒋门神等人赶尽杀绝。陛下谬赞，学生只是遵循律法，略施小计。然则我大宋天下，外祀太平，内里却已生两大拥挤。其一，在朝，蔡京贵为太师，却结党营私，权倾朝野，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，贪腐横行，寒剥百姓，已成侵蚀国本的复古之居。其二，在野，梁山宋江聚众起事，虽打着替天行道旗号，然目无王法，对抗官府，实为扰乱地方、动摇国基的借选之急。皇帝目光灼灼地看向武松，带着一丝无奈与决绝。朕居九重，亦有掣肘，朝堂之上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许多事朕不便，亦不能亲自出手。武松，朕需要一把出其不意的快刀，你可愿为朕执此利刃？为朕，也为这天下百姓，剜去这复古之居，扫清这借选之急，廓清这寰宇。好家伙，这难度直接地狱模式啊！不过富贵险吞朽，正好能借陛下这强风，把蔡京、宋江这些毒瘤来个一锅端。武松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翻腾的思绪，眼中闪过决然。他再次郑重躬身。陛下以国士之信待我，我武松必以国士报之。此身愿为陛下手中利刃，斩奸邪，清寰宇。学生有一计，或可引蛇出洞，必其功于一役。哦，细细道来。蔡京与梁山皆是学生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陛下可加速此番会试，殿试流程，让学生站于这科举之巅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届时明枪暗箭必悉数向学生而来，陛下只需稳暗中不枉，便可借学生此身，将那些按捺不住跳出来的魑魅魍魉一网打尽。好一个以身入局，胆略非凡。然学生有一不情之请，望陛下恩准。说，梁山之中亦多有被逼无奈，心存良善之辈。若是成之后，其中有人愿弃暗投明，恳请陛下能法外施恩，网开一面，与他们一条戴罪立功，乃至行侠江湖之出路，而非一概赶尽杀绝。准，心存仁念，不忘侠义。武松，朕没有看错人。崔清，传朕口谕，即日起加速本届会试殿试流程，务求尽快举行。臣遵旨。至于你的安危及你家眷周全，不必忧心，朕会安排大内高手混于市井寻常吏员百姓之中，暗中护卫，保你无虞。谢陛下周全，学生定不负圣望。自带隐形皇家保镖团，这儿当的总算有点安全感了，不然真是提着脑袋走钢丝啊！烛火摇曳，映照着蔡京阴晴不定的脸，他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紫檀木桌面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皇帝突然发力，加速科考，这是要打老夫一个措手不及呀！绝不能让那武松竖起新科状元的大旗。书房门被轻轻扣下，老管家躬身入内，双手呈上一封密封的信函。太师刚通过隐秘渠道送至，说是梁山宋江的手下。哦，蔡京接过信，迅速拆阅，随着阅读，他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化为洞悉一切的阴冷笑容。宋江倒是会挑时候。信中说他愿出梁山精锐，替老夫解决武松这个心腹大患，条件是事成之后，老夫须在朝廷招安时为他多多美言，铺就一条康庄大道。
好一个借刀杀人，也好一个待价而沽。那派师的意思是，梁山贼寇劫掠老夫生辰纲，此仇本不共戴天。然如今武松的威胁更甚，这宋江急于招安以固权位，正好可做老夫手中一把刀，一柄用完即弃的快刀。被纸墨告知宋江，他的好意老夫心领了，让他放手去做，务必让那武松在明日会试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至于他所求之事，待事成之后，老夫自会酌情考量。是，派师。宋江啊，宋江，你想借老夫之力洗白上岸，却不知与虎谋皮，终为虎事。贡院内鸦雀无声，数百考生正襟危坐，气氛凝重。这阵仗比公务员考试还夸张，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，压力山大。这时，几名小吏开始分发考试用具，其中一人低着头，眼神闪烁，动作麻利地将一方灰墨放到武松案上。蔡太师赐下的断魂墨，内含西域奇毒百日彩，无色无味，研磨时吸入，初时提神，半日后便会精神焕散。手软金马，任你文曲星下凡，也休想写完试卷。此人面生，行动鬼祟，有问题。工具都不用自己背，这服务真人性化。巡考官走近武松，哎呀，这位考生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这脚滑了。大人，您这块脏了，赔你块新的。他从袖中划出一块外观一模一样的灰墨，放回书案，同时将毒墨悄无声息地纳入袖中。我靠，专业！这手速，这配合，感谢组织送来的外挂。无妨无妨，大人您狡猾的正是时候。专心考试，危机解除，武松心神大定，提笔蘸墨，文思如泉涌。既然要写策论，那就给你们来点干货。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，这是管仲的智慧。诸不避贵，赏不一剑，这是晏子的主张。如今吏治腐败，犹如杜仲而木折，细大而强坏。对付梁山，一味绞杀是扬汤止沸，要学大禹治水，疏堵结合。对宋江这等首恶，必须除恶务本。而对那些被迫落草的好汉，若能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化匪为兵，还是上策。今日便借圣贤智慧，给你们大宋文武百官上一堂公开课。阅卷房内气氛凝重，当武松的试卷传到众阅卷官手中时，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狂生，竟敢直指吏治腐败，还要诛不避讳，妙啊！引经据典，字字珠玑，杜仲而木折之语，何其精辟！道侠立言地方，此论前所未有，实乃治本之策。太过激进，恐非朝廷之福。诸位，此文引经据典，切中时弊，更难得的是提出了疏堵结合的良策。如此经世之才，若因言废人，岂非朝廷损失？贡院外人声鼎沸，黑压压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。潘金莲踮着脚尖，纤纤玉指与武松紧紧相扣，美眸一眨不眨地紧盯着那巨大的黄榜。官人一定要中啊！突然，震天的锣声响起，一个官员手持金把缓缓走出，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甲子科会试第1名会员，清河县武松。话音未落，人群顿时炸开了锅。潘金莲先是一怔，随即泪水夺眶而出，像只欢快的小鸟般扑向武松。官人，你中了，是会员！娘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官人我啊，就是来改写历史的。是我们清河的武二郎，是会员，咱们清河献出状元之才了。又是武松，连中2元。听闻他的策论精彩绝艳，连阅卷官们都争相传阅。若是殿试再多亏，就是连中3元，我朝开国以来第1人啊！恭喜武会员，按咱们京城的规矩，新科会员要跨马游街，与民同庆，请武会员上马。娘子，你先回家等我。那官人小心，奴家备好酒菜等你。放心，就凭这些魑魅魍魉，还伤不了你官人。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，蔡京、宋江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场硬仗，我武松奉陪到底。锣鼓喧天，万人空巷，武松端坐骏马之上，所到之处欢呼如雷。这阵仗比跨年演唱会还热闹，可惜来的都是要我命的黑。武松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，今日定要你血溅当场，烽火雷电，听吾号令，为我二哥报仇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批黑衣蒙面的亡命徒从街角杀出，刀法狠辣，直取武松。蔡太师有令，取武松首级者赏金1000两。好家伙，梁山头领上岸作战，把持远程骚扰，还有蔡京的雇佣兵，这是给我来了个 VIP 套餐啊！他身形如电，避开箭雨，反手夺过一柄拖刀，一刀劈倒2名黑衣蒙面。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尔等跳梁小丑也敢作乱？潜伏的皇城司经卫与官兵如潮水般涌出，瞬间将整条长街围得水泄不通。不好，中计了！风紧，撤呼，撤，快撤！起弟，走！阮氏兄弟借助烟雾，迅速跃上屋顶撤离。公孙胜法术掩护，与宋江一同消失在茶楼后方。远亲兄弟，快走，一起走！可恶，这阵法好生厉害，
特制渔网从天而降，将其牢牢罩住。石秀哥哥，现在想走，问过我手中的刀没有？武松迅速格杀数名亡命徒，血染房山。黄承思精锐训练有素，很快控制住局面，将石秀、燕青等数名梁山好汉生擒，亡命徒们也大多被制服。总算一样燃烧的马车疯狂冲出，驾车的西门庆状若癫狂。武松，同归于尽吧！阴魂不散。烈火熊熊，马车如脱缰风兽直冲而来，热浪扑面。武松临危不乱，纵身跃起，手中破刀画出一道寒光，刀光闪过，黄德的马匹应声倒地。武松借力一个空翻，稳稳落在3丈开外，失去牵引的马车轰地撞路边堆，木屑四溅，车毁人伤。不可能！黄承思精锐一拥而上，将瘫软如泥的西门庆牢牢锁住。就这，蔡刑部大牢深处，阴森可怖。石秀、燕青被关押，虽受重刑，却始终咬紧牙关。这2个硬骨头，怕是一时半会儿撬不开嘴。那就先找软柿子捏。来人，把西门庆带上来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只求留我一条狗命。说说看，蔡京和宋江是怎么牵线搭桥的？是蔡京，是他让我传递密信给宋江。密信在哪？密信在太师府书房东墙第3块地砖下。立即面圣，请旨搜查太师府。武松亲自率禁军冲进太师府，奉旨搜查太师府。众禁军鱼贯而入，直奔书房。片刻后，一名禁军手持密信快步而出。启禀武大人，在书房地砖下搜出这些密信。蔡京通匪，刺杀会员，祸乱朝纲，证据确凿，拿下！众禁军一拥而上，将端坐太师椅的蔡京团团围住。蔡太师，你权倾朝野一事，可曾想过会败得如此彻底？与匪勾结，谋害国家未来栋梁，这便是你读的圣贤书吗？武松，是我小看你了。太师，您的戏该落幕了。呵呵，你以为扳倒老夫，这天下就清明了？可笑！无妨，吴某最擅长的就是破局。烛火摇曳，刑部大牢深处，石秀、燕青被铁链锁在刑具上，虽满身伤痕，眼神却依旧桀骜。2位好汉受委屈了。哼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休想从我们口中套出半个字。2位不妨先看看这个。这是不可能，这定是你们伪造的。这是从蔡京书房密室中搜出的原件。宋江答应借刺杀我之机，将你等送入死地，以此换取蔡京在招安时保举他加官进爵。原来我们不是来报仇，是来送死的。宋江，你竟将兄弟们当作晋升的踏脚石。宋江，我石秀瞎了眼，竟奉你为主。你对不起梁山替天行道的旗号，更对不起死去的朝天王。圣上明鉴，只诛首恶宋江，愿意弃暗投明者，不但前罪尽赦，放你们自由，继续行侠仗义。圣意在此，言出法随。我等愿戴罪立功。月色中天，数艘官船在石秀、燕青指引下，悄无声息地穿行在芦苇荡中。水浒副本终极 BOSS 战，开船！前面就是金沙滩，忠义堂就在山上。此时宋江应该正在忠义堂。走去会会这位及时雨。忠义堂前，酒宴正酣，宋江举杯畅饮，众头领推杯换盏，一派祥和。突然，四周喊杀声震天。宋江，你的戏该收场了！哪来的错鸟，敢闯俺梁山？弟兄们，抄家伙！且慢！梁山众人纷纷愣住。宋江微微蹙眉：“宋江，睁开眼看看，这上面是你亲手写的字，画的是你与蔡京老贼约定的押。你告诉我们，此行是为朝天王报仇，是为梁山扬名，却原来是拿我等兄弟的性命去换你一个人的荣华富贵。这猪狗不如的畜生！”宋江哥哥，你告诉俺铁牛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你对得起朝天王吗？宋头领，这休要听他们胡说，这定是朝廷的反间计。反间计？那蔡京亲笔回信也是反间计。你许诺事成之后要将李逵、石秀等人尽数处置，也是反间计。武松挥手，崔文台立即出示更多密信。无量天尊，宋公明，你当真堕入魔障了？你说啊！为什么要卖兄弟？为什么？就为了不再做这草寇，就为了封妻印子？你们这些莽夫懂什么？宋江面目狰狞的咆哮在忠义堂前回荡，如同一盆冷水，浇醒了所有还抱有一丝幻想的梁山头领。好一个封妻因子，好一个我们这些莽夫不懂。韩天牛真是瞎了眼。嘿，俺阮小姐顶天立地，不屑与你这种人为伍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一时间，大部分头领纷纷收起了手中兵刃，看向宋江的目光充满了鄙夷与失望。不，我宋江苦心经营，招揽豪杰，聚义梁山，为的是什么？难道就为了永远窝在这水泊里当个草寇吗？凭什么他高俅、蔡京之流就能高居庙堂，我宋江就要被称作反贼？我不甘心啊！是你们不懂我的雄心，是这世道逼我的。我没错，
我宋江没有错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武松身形如电，后发孙步，一脚精准的踢在宋江手腕。你的野心不该用兄弟的血来染红，诸位好汉都听清了，圣上明鉴，深知梁山之中多是被逼无奈、心存侠义的豪杰，今日指出首恶宋江及冥顽不灵，该为其爪牙者，其余人等只要愿放下兵刃，过往之事朝廷概不追究；若愿为国效力，自有安置；若想回归江湖，亦可凭本心行侠仗义，朝廷绝不干涉，何去何从，诸位自选。武松的话语如同定心丸，彻底消除了众人的疑虑。兵刃落地之声此起彼伏。浮生无量天尊，陛下仁德，善哉善哉。武松兄弟，多谢你替梁山拔除了这颗最大的毒瘤，也替众兄弟寻了一条明路。林冲代众兄弟谢过武兄，谢过陛下恩典，此恩必当厚报。二位哥哥深明大义，武松敬佩。往后天高海阔，但凭本心。金殿之上，香烟袅袅，庄严肃穆。武松立于众进士之首，气度沉静，目光如炬。武松，朕今日最后一问：天下何以长治久安？陛下，学生以为天下安定，需朝堂江湖表里兼治。朝堂之清，在于吏治，当严惩贪腐，明赏罚，使清官能力得展奇才，如阳光普照，阴霾自散。江湖治安在于疏导，为患根源多在民生困苦，官府逼迫，当整饬地方，安抚流民。同时对江湖豪杰，若愿归正，当给予出路，使其勇力用于保境安民。朝堂清明，则政令通达；江湖安定，则百姓乐业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犹如车之两轮，鸟之双翼，缺一不可。说下去。故学生建议：一、整顿吏治，广开言路；二、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；三、设立招安司，专司引导江湖义士。如此，则天下可安。此见识远超同龄，句句切中要害，实乃经世之才。好一个朝堂江湖，表里兼治。本科一甲第一名，状元及第，清河武松。宫门大开，武松身着玉色状元红袍，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出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熠熠生辉。武状元，武状元！官人，官人！娘子，上来！官人与理不合。我武松的娘子，自然要与我共享这份荣耀。武状元，武状元，天作之合。金安骏马，白首之约，黎民同庆，人生巅峰，不过如此。